绝症的哥哥临死前将嫂子许配给我，我不仅不觉得害臊，反而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。前世爸妈掏空家底，借光亲友，目的是娶个媳妇给哥哥冲喜。可迷信毕竟只是迷信，哥哥的身体依然一天不如一天。临走前，他交代我娶了嫂子，可我本着兄弟妻不可欺的态度拒绝了他。嫂子是个好媳妇，哥哥去世后，她在我家洗衣做饭，帮衬我们不少。半年后，嫂子娘家人得知我哥去世，连夜骗他回家，强行卖给了一个老汉，在一次逃跑中被发现，不仅被打断了一条腿，还得了抑郁症，之后跳崖而去。我直到生命的尽头才明白，害死嫂子的人是我。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也唯有这样做才能保护好她。最后，我在悔恨中死去。当我再次睁开双眼，老天爷竟给了我再次选择的机会，我居然重生到了1985年13月13号，还是大哥去世的那一天。老二呢？这是大哥的声音，我在呢，大哥。听话，娶了你嫂子吧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意，但你先听我说。玉兰怕我还没碰过，说句实话，我倒是也想研究坤子结构，但以我的状态，今天都该凉凉了。你相信我，他来咱家就只给我端屎端尿。你别气我，哥不想临死前还跟你小子吵架。你嫂子虽然说嫁过来，但一没跟我领证，二没办酒席。我死之后，你直接对外说就是给你娶的。你也知道，家里为了迎你嫂子过来，连屋里老鼠洞里的米都给掏了。你不把她留住，家里哪还有钱给你娶媳妇？再算上老四、老五、老六，他们还需要你照顾。以后你指定打一辈子光棍。大哥看人还真准，上辈子自己帮爹娘拉着几个小的，再加上还账，一直拖到30多岁才成个对象，结果还没等到结婚就不欢而散了，到死还是光棍一条。阿英哥，一辈子光给爹娘惹事了，不能死了还得家里背一身无名的债呀。老二，只要你开金口。大哥，这是我听你的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听听嫂子的意思。玉兰，你进来。大嫂生的的确好看，瓜子脸大眼睛，前凸后翘的，更别说还是1.69米的个头。10里8村见过她的，谁都会夸一声好模样好条子。玉兰，咱们俩没有夫妻的缘分，等我死了，你家里人肯定还得为难你。闻言，大嫂身体微微一颤，似乎挠不起了娘家人的嘴脸，那一脸可怜模样让我忍不住心疼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在外面应该也听到了。老二是个好男人，比我靠谱，跟着他总比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好。这几年一直都是我这个拖油瓶连累了大家。大嫂眼神慌乱，任何一个女人遇到这种奇特的情况都不可能沉着应对。大哥仿佛回光返照一样，伸出手拉住大嫂，然后将我的手跟大嫂放在一起。玉兰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要不是落得现在这个下场，肯定是要护着你的。可惜，把你交给别人，我肯定不能答应，但也不能让你年纪轻轻就守活寡。也就老二能让我放心了，死者为大，这次就听我的了。你们俩以后好好过，别让我死不瞑目，就当我求你们了。大哥，你走好。大哥的葬礼很简单，甚至谈不上是葬礼。要不是老爹早年间给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，大哥连葬的棺木都没有，自己用的棺材，最后躺的却是自己的儿子。一夜之间，老爹就苍老了很多。而我现在最伤心的不是大哥的死，人生两世，很多事情我都看得很通透了。自己现在最应该伤心的是家里的7张嘴，下一顿该吃什么，还有得快些弄点钱回来。哎，饿得烧心啊。饿了你就躺下呗，爹说了，人是一盘沫，睡倒就不饿。不行，我得出去想点法子。二哥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搞点吃的垫把肚子。我也要去。话音刚落，就看见大嫂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个篮子，篮子里满满都是玉米杂粮。嫂子，今天又吃这玩意呀？哪这么多废话，顿顿就属你吃的最多。谈话间，我与嫂子无意间对视一眼，然后连忙各自挪开。娶嫂子这事还没跟家里人说，而且两世的相处，这感觉我做饭就怪怪的。你们俩还出门吗？过一会就该烧饭了。你们烧好就先吃吧，我带老五出门有事。二哥，我咋感觉你跟嫂子怪怪的？怪吗？怪，你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？没有。那该不会是打架吧？别那么多废话，不想饿肚子就快点跟我走。二哥，我们这是要去娃娃山啊。怎么害怕了？害怕就回家去。爹说过好多次了，那地方绝对不能去的，那地方闹鬼。没什么鬼鬼神神的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咱大队的二狗哥前些年就在这洞窟里被鬼上身的，救回去后脑子就不行了，这总不会有假吧？所谓的鬼上身，其实就是洞窟里积蓄的瘴气。娃娃山的洞窟里就有煤炭，伴随着煤炭的瘴气叫瓦斯，人一旦吸了就中毒，运气好的就能活，运气不好的要么傻要么死。什么鬼上身，净胡扯。就算真是瓦斯，那砍杀声是怎么回事？好多人都听过，老恐怖了。那是因为娃娃山的煤炭伴随着一些磁石，当年这里或许发生过战争，
而且是在一个雷雨天，战争的声音通过雷电被刻进了磁石里。等到再打雷下雨的时候，这里的磁石就像是录音带一样，把当年的声音又给放出来了。啥是录音带啊？总之，没什么鬼鬼神神的，一切都能用科学来解释。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有瘴气，那我们也进不去啊。你以为我为什么选今天？昨天刚下过一场雨，再加上今天是东南风，山风顺着洞窟吹进去，积聚的瓦斯就散了，所以今天进娃娃山最合适不过了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我还是听二哥的。娃娃山内没什么野生动物，但这里有了湖泊的存在，反倒成了鸟类的天堂。哇，二哥，好多野鸭野鸟，咱们要是能抓几只就能开荤了。先不急着抓野鸭野鸡，咱们现在没有工具，回头鸟没抓到，先把我自己累死了。那咱们来干什么？先搞点难度比较低的，跟我走。今天二哥带你饱餐一顿。我将嫂子给娶了，因为哥哥死了。这么做并不是贪恋她的美色，而是生在这个穷的吃草的年代，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交代。找到了。二哥，好多野鸭蛋啊！你给我一逼兜，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你炫一个不就知道是不是做梦了？虽然是生的，但总比饿肚子强。你明白就好。也就在这时，我嘴里的唾液疯狂分泌了起来，那是无比饥渴的身体在用它的方式引诱自己欲望。吃饱的感觉真好啊！吃饱了就开始干活。我带着老五将麻袋装满，估摸着有个10几斤重。二哥，有这块地方，咱们以后是不是就吃喝不愁啊？你哥我有的是办法，没必要带这个娃娃山4号。二哥有蛇。笨蛋老五，那哪是蛇呀，那是老乌龟。只见一只至少5、6斤的大乌龟趴在岸边，大半身体在水里，只露出一个乌龟头，扶着点袋子。二哥，咱运气真好，这么大的乌龟平时可不好抓。老天爷送礼不收白不收。走，跟我回家去办车。干嘛去？去城里。到了城里已经是下午2、3点多，我没指望着去菜市场买，因为那里基本上都是穷苦的老百姓。二哥，我们不应该去菜市场吗？跑来客楼来干嘛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来客楼老板是个能人，别看现在只是个小房子，干到了90年代，他把这里干成了5星级的大酒楼。你俩什么地干活，赶紧给我离开！拉一车奥利给，是想把我们客人熏走啊？大哥，我们有点食材想卖给你们来客楼，您受累看一眼。想给我们来客楼送菜的多了，你说卖就卖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二哥，要不咱们走吧？不能走，走了人家还真以为我们没货呢。大哥，想给来客楼送菜的人确实很多，但我们送的，他们不一定送得了。你特么还能送龙肉不成？快过来客楼是你惹不起的。也就在此时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从旁边经过。哟，曹姐，今天来这么早啊？晚上有领导要来吃饭，我得过来看着点备菜，免得你们给我捅娄子。我操！来客楼的老板居然是女的。姐，正宗的野鸭蛋，这可是别人都没有的好东西哦。你讲嘛，我说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哎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你刚才说野鸭蛋。您看看正宗的野鸭蛋，有钱都没地方买。你说野鸭蛋就野鸭蛋，你怎么证明？曹姐您离远点，这上面还沾着屎呢，胖臭。大哥，您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，沾着屎说明新鲜。再说了，您吃鸭蛋连壳一起嚼还是怎么的？口味这么重的吗？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小帅哥，他有句话还是对的，你说这是野鸭蛋，怎么证明？姐，您这么大的店肯定有鸭蛋吧？您要是不介意拿来比对一下，是不是野鸭蛋都不用我说？老莫，去后厨拿个鸭蛋，另外再拿2个碗来。男人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不敢违逆老板的意思。姐，您掂掂看，差不多大的鸭蛋，野鸭蛋就是比家鸭蛋重。确实，看着是差不多大，野鸭蛋好像是重一点，真是奇怪哈。其实没什么奇怪的，野鸭每天吃的是野生的小鱼小虾，营养充足，下的蛋自然品质更好。现在家里养的鸭子，除了每天放风那会能抓点野食，大部分都改饲料了。姐，您给我1个碗。您看这颜色还用我多说吗？确实，看样子你这还真是野鸭蛋。不过你从哪里搞这么多野鸭蛋的？娃娃山。闻言，二人一震，市里的人谁都知晓娃娃山的凶险。这些年进去过的人死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久而久之就成了禁地。你怎么敢去那种地方？太危险了。没法子，家里穷，还要还外面的账，总得想法子挣钱啊。那你这野鸭蛋什么价格？5毛1个。卧槽，你这蛋壳子是银子做的，还是蛋液是金子做的？我这虽然不是金蛋，但是拿命换来的蛋。而在整个月球市，你收1、2个不难，但是像我这么多的蛋，你肯定没地方说去。你这孩子说话倒是挺有趣。行吧，5毛1个我都要了。曹姐，这价格收，咱们赚不回来啊。我说你啊，还是那么的不开窍，看来真的只适合做点小买卖。这些好东西啊，
给大老板们备着，比你平时上点鱼呀肉呀的强多了。曹姐牛批，的确是这个道理哈。那我给您卸货了。曹姐除了碎掉的，一共120个。二哥，我算了算，我们吃的估计有20个，这要是换成钱，得吃什么样的大餐啊？你是咋想的？咱们当时要是不吃饱，哪还有力气跑这30多里地？有道理。一共120个，总共60块钱。你那袋子里面是什么？我带您看看。哇，居然是个大乌龟，看上去估计有40-50年了。姐看得出来年龄。姐干餐饮10多年了，这种东西经常由老板预定，只要看下个头和色泽，我基本上便知。多少钱啊这个？姐实话实说，啥价格我们兄弟俩心里也没数，所以送你了。你这孩子还挺大气的，不过不给钱不成。我们来客楼没有欺负人的臭毛病。也难怪你能把来客楼开成月球第一。你说啥第一？我意思是曹姐的豪气，以后必定干成餐饮大王。那就仰仗弟弟的吉言了。这样吧，加上鸭蛋的钱，我就给你凑100整吧。这女人果真豪气，我就算卖到水产公司，估计也很难卖到20块钱。成，那就100块钱。老莫结账。先等一下，曹姐，您这里的烧肉一份多少钱？这孩子一拿到钱就要挥霍，怕是很难有大成就了。不过也是，一个农村孩子能盖间新房，娶个媳妇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就了。1块8一份。麻烦按5块钱的分量给我打包吧。大包。就是带走，带回家吃。想吃坐那吃就是了，只要是来客楼的顾客都能坐下吃。曹姐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自己吃，家里父母姐妹都饿着呢，他们已经好久没开荤了。闻言，曹姐恍然，刚才的轻视也消退一空，反倒升起一丝敬佩。老莫，让后厨做个大份的红烧肉，再炒几个小炒，荤素搭配的那种，肉量给足。谢谢曹姐，又饿了。没有，就是这肉味太香了。有二哥在，咱家以后绝对不会再愁吃喝，哥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，相不相信二哥？我一开始就相信你的好吧，当然，二哥你要是能让我现在吃口肉，我就更相信了。只能先吃一块，等到了家里大家一起吃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顿顿啃树皮，我却一心想着如何挣钱娶大嫂。因为哥哥死了，这么做并不是贪恋她的美色，而是生在这个穷苦的时代，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交代。好香啊，这是肉肉的味道啊！老六，你该不会饿出幻觉了吧？能不饿出幻觉吗？老二现在是真他娘的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带着老五不知道去哪个犄角旮旯瞎晃去了，现在还不回来。爸，这是怪我没问他们去了哪里。爸不怪你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爸，要不咱们不等他们了，还是先稀饭吧。行吧。好像真的有肉味。真的嘞，好久没闻到肉味了。难道又是村长家在招待上面来的干部？肯定是的，这样也好，刚好还能就着肉味吃饭。哈哈，那我要开吃喽。不对劲，这肉味咋还越来越浓了呢？要不咱们出去看看？我4脚赞成，我要看肉肉。二哥，你说爹娘他们看见这么多好吃的，会不会特别的激动？必须的，我隐约记得这时候我们好像快有2个月没吃肉了吧？啊，你好奇怪啊，为啥要用隐约这个词呢？我说我是重生过来的，你信吗？我猜二哥现在说的啥我都信，因为有肉吃。难道以后就不信我了？对了，去娃娃山的事情千万不要跟爸妈说，不然会挨揍的。放心吧，二哥，我嘴巴紧得很。卧槽，太香了！何小二，你家今天是要吃肉啊？必须的。能请我尝几块吗？改天吧。切，真尼玛装，不想给就直说，等下次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。不相信我算了，下次吃肉你可千万别来。谁他妈稀罕？你2个小兔崽子跑哪去了？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今天我非要打断你们的腿不可！别，爸，你看我俩给你们带的什么？我怕不是在做梦，这么多肉。是肉肉，是肉肉。你们上哪整的？二哥在市里整的。好，看在肉的份上，爸且放你们一马。婆娘，你去厨房多煮些米，咱们一家子今天就好好奢侈一把。好嘞。不过嘛，我现在突然后悔了。爸，你要干嘛？爸爸今天实在太高兴了，手有点痒怎么办？爸，别。此时，一家子围坐在一起，闻着炒菜的香气，嘴里都忍不住疯狂分泌着唾液。来吃。在老爹的一声令下，场面突变，所有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饭后，一家人惬意地坐在了一起乘凉。三妹正在给老五处理着脸上的伤口。也就在这时，大嫂端着脸盆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我俩大眼瞪小眼，脸上止不住红了起来。见大嫂这样，自己也尴尬。本来还好，但现在让大嫂这么一搞，弄得好像武松从了潘金莲，2人合伙弄死了大哥一样。
以何想来的遗言，自己以后就归小叔子了。可我是该这么做吗？我帮你敷敷脸上的伤吧。闻言，一家子人挂上诧异的表情，但又以着嫂叔关系，没有多想什么。谢谢嫂子，嫂子的模样和身段是真的没得说呀，性格方面也好。说实话，前世主要是因为磨不开那个面子，不过今天那个曹姐属实也不错。娘们自己在想啥呢？家里就属你俩最皮了，大嫂命苦，刚过门大哥就走了，但大哥不在了，你们也得敬嫂子，要当做长辈来对待。以后你们要是在嫂子面前吆五喝六的，别怪三姐的跟你们翻脸。放心吧，三妹，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呀。老二，你刚才说你们是用卖野鸭蛋的钱买来的肉，那么野鸭蛋你们是从哪弄的？这玩意附近可没有啊。这是秘密哦，二哥说不能说的哦。你小子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强大很聪明？秘密说清楚，到底是从哪弄的？真的不能说哦。哈哈，不说也行，我也不介意再揍你一顿。别，我说是娃娃山。老五，我看你像个老六。我尼玛今天必须要打断你们的腿！你们不知道那地方有多危险吗？去娃娃山是谁提的意见？是二哥。玉兰，你让一下。大要不散了吧？怎么，嫂子这是在心疼我？爸今天去那地方我是有把握的。把握？什么把握？你难道不知道那鬼地方死了多少人吗？你听我解释。反正去那里是100%的安全。你确定是100%？当然。爸，这是今天挣的钱。好，钱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自己留着吧。成，那这100块钱我就自己留着了。啥？100块？那还是我给你收着吧，你拿着，容易掉。我拿出了30出来，递给了老爹。爸，这30块钱你拿着，该还债的还债，剩下的我还有别的用处。行，等回头家里卖了粮食，爸再还你。这钱不用还了。为什么？这毕竟是你大哥的债。因为过段时间我会给你们宣布一件事。还学会卖起关子来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今天大家都早些休息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与老五商量着再去一次娃娃山的事情。二哥，这风一直没停，今天应该还能去一趟吧？能去。二哥，我也要一块去。你得用功读书，心思不能放在这上面。你可是家里唯一供着读书的人。好吧，我也好想上学啊。放心吧，老五，二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送你去读书，不光你，到时候还有老六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说一直会信我的话吗？二哥最好了。2小时后，我与老五再次来到了娃娃山中心，这次准备了一个大点的麻袋，捡的野鸭蛋的量估摸着是有上次的2倍。走，回家取板车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，这次的目的地同样还是来客楼。二哥这是里好多乞丐啊。是啊，所以二哥要努力啊，不然我们一家子也该乞讨了。那这也太多了吧？因为前几年粤北这片区域发生起了一次大型旱灾，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老百姓来说，那就是雪上加霜。那我咋不知道？因为你当时还是个蝌蚪。你们这真是从娃娃山里弄来的，怎么感觉你们去那就跟去菜市场一样？怕不是养殖场买来的吧？莫哥还是不信我吗？你有听说咱粤北这一片有啥养殖场吗？确实没听说过。只要东西好，多少我都要。说到这还得感谢弟弟呢。昨天市里领导吃了都说好，尤其是那个大老鳖，他们说啊，以后要帮我带客人过来呢。能帮到曹姐我很开心，不过这次送完，估计有段时间不能来了，该忙别的事情了。行吧，那作为感谢，姐姐请你俩吃大餐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我们就去之不恭了。老莫，让后厨多搞几个菜，顺带把鸭蛋数一数。好嘞，曹姐。这次一共230个，5毛钱一个，那就是115块。曹姐，这次还是跟上次一样，帮忙弄点打包的菜，我给带回去。不过这次要10块钱的。姐姐这次就不收你钱了，我知道你一家子过得都不容易，这顿饭就当是请你们一家人的吧。谢谢曹姐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要有用得着弟弟的地方，吩咐弟弟就是。好呀。饭后，我在隔壁小卖部买了些笔和本子。二哥买这东西干嘛？一部分呢是送给老四的，剩下的我自己用来记账。记账？记啥账？明天二哥带你去做生意去。好呀好呀。家里人穷得顿顿啃树皮，我却一心想着如何挣钱娶大嫂。因为哥哥死了，这么做并不是贪恋他的美色，而是生在这个穷苦的时代，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交代。二哥，我们来城里干嘛？买个纸箱子，顺带再买一些衣服。给谁买衣服？给咱家里所有人一人买一套。二哥真好，我终于有新衣服穿了。买完东西到家的时候，大嫂正在门口摘菜，见我拿着一大堆东西，赶紧上来想要搭手。没事的，嫂子，其实也就看得多，实际上没多重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是我给你们买的新衣服。这套衣服是给你买的，你拿去试试看。
给我买的吗？真没想到，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帮我买衣服的男人，居然是我的小叔子。谢谢你12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嫂子喜欢就好，快去，这些是给爸妈他们买的，叫他们也去试试。大妈他们都去地里干活了。行，那你是给我看看吧。老五，去搬个桌子出来，还有我买的笔和纸。好的，二哥。坐在小桌前，我在纸上不停地写画画。二哥，你写这些玩意干啥用的？我这叫自制的私立彩票。哪是什么东西？86年福彩还没成立呢，这个时间段到处都有着私立彩票，而且上面的人也几乎没怎么去管。当然到了明年就不一定了，所以我得把握好当前的这波机会。就是摸奖，我会在这些纸上写2个1等奖，1等奖100元，2等奖20元10个，3等奖5元30个，4等奖1块5 100个，然后就是500个空白奖，再然后把这些纸团放进箱子里面，让别人付钱摸奖。好费脑子啊！那这样能挣到钱吗？当然，而且还能挣不少呢。真的吗？那样的话，我们顿顿岂不是都可以买肉吃？必须的，二哥要带你们成为咱村里唯一一家顿顿吃肉的人。二哥，我来给你帮忙。别，你写的字跟鸡爪一样，别人能看懂吗？我来帮你写吧。这时一个轻柔的女声传了出来，只见一位与貂蝉有过而不及的女人正一脸认真地看着我，她的样貌迷得我挪不开眼睛，因为实在是太美了。我穿着好看吗？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在这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一般家庭都是几年才舍得买一次衣服，而嫂子自从嫁进门以来还没穿过好衣裳。别说，嫂子这一天的颜值和身段，在新衣服的衬托下，气质与身段几乎得到了全部的释放，好看，实在是太好看了。好看吗？我咋觉得嫂子还是那个样子？你懂啥？一边玩去。嫂子，不是玉兰，嫁到咱家让你受苦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顿顿吃肉，天天换新衣。12，我相信你。忽然被嫂子叫这么亲切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。说完，他便来到了我的身前，也许是见家中无人，然后贴身站边。明明脸上的红晕已经出卖了他心中的兴奋与慌乱，却还假装一副平静的模样，在纸上写画画。而此时我俩人离得又太近，他身上悠然的香气像是勾人的小手一样，麻痹着我的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部位。12是这样写吗？是的。二哥，大热天的，你跟嫂子挨那么近，不热吗？我看着都热。我觉得还好啊。我也觉得还好。半小时后，我与嫂子将所有奖票写完，并将它们用箱子装了起来。走吧，我们去一趟农务煤矿，趁着还早，到了那里刚好工人们下班。我也要去吗？是啊，嫂子，你人美声甜的，这次挣钱要是有你在一旁喊课，效果绝对会更好。我有吗？有，而且非常有。时间来到下午2点半左右，这时的工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班。嫂子，照我刚刚教你的喊。都来看一看呀！2块钱买个发财的机会，只要2块钱中100元大奖啦！听到大嫂嗲嗲的呼喊声，一下子就有不少男人被吸引了过来。毕竟工地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女人，并且还是这么漂亮的。二哥，这人来的也太多了吧？这就是我选择来这里的主要原因。一是煤矿工人有钱，2是煤矿工作太累了，这些人为了排解压力，免不得学了些喝酒和赌钱的习惯。咋玩的这个？简单，就是2块钱摸一次奖，而且中奖概率高，奖金分为100的、20的、5块的，以及1.5元的小奖。大哥来一个试试。男人先是犹豫了一下，但又觉得自己也不差那点钱，于是爽快地掏出了2块钱递给了我。那我试一个。我中奖了，我中奖了！恭喜大哥了，这是3等奖，给你5块钱。这么好中的吗？给我来个6块钱的。给我来个2块钱的。打铁需趁热，见状，我急忙吩咐嫂子，让她继续喊课。随着她的一句句清甜嗓音，一群工人都迫不及待地参与了进来。有中过奖的，拿着奖金再次买了奖票，还有中了奖的，开心地说晚饭能买肉买酒离开了此处。当然，大部分没中奖的嘴里则是骂骂咧咧的。很快，600多张彩券几乎售完，纯利润差不多挣了800多块钱。兄弟，你明天还来不来？你要是来的话，我还来抽。明天还来，大概还是这个时间。半天我还没发现呢，你们这是一家3口出门做生意啊？现在还不算是一家人，以后会是。二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嫂子难道不算是我们一家人吗？死一家人，非比一家人啊！二哥，感觉我们挣了不少啊，要不咱们数数看吧？不急着数，时间太晚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家了。回家前，我带着2人去菜市场买了些卤菜卤肉，顺便去供销社买了1箱啤酒。12，你刚刚说你们今天卖彩票挣了些钱，那挣了多少啊？我算了算，除去晚上的买菜买酒的钱，现在剩下差不多800块。800块，哈哈，这下终于不用担心你娶媳妇了，这钱恐怕够你娶2个了。是啊，12，你确实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。隔壁你王婶的2女儿跟你年纪相仿，
刚好也是单着的，等明妈就给你相亲去。不用了妈，我不想找。不找那怎么能行？趁现在你挣了点钱，赶紧把婚事解决了，万一以后有个什么意外，钱没了媳妇也没有。是啊，他现在是有钱娶媳妇了。当时小来也只是担心家里没钱给12娶媳妇，才把我交代给他的。可现在12他还会要我吗？爸妈，我觉得趁现在有了本钱，我更要多赚钱，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，而不是拿来给我娶媳妇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娶媳妇这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瞎操心了呀。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，会是我吗？凡事都有个万一，万一你做生意失败了，以后怎么办？你指望打一辈子光棍吗？哎，爸妈为啥要看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催婚？本来是计划1、2个月后再宣布娶嫂子这件事，可是现在大哥才没走几天，我总不能说大哥死了，嫂子我就接手了，又是熟人的，还省得花钱娶，那样不仅不同意不说，肯定还要遭一顿毒打。我暗地里牵起大嫂的小手，然后看向她一脸慌张的神情，这一幕似乎像是地下恋情一般，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她安心。我俩彼此深深地望着对方，仿佛在这一刻心意相通，眼神中透出的坚定像是在告诉对方，此生非你不娶，此生非你不嫁。往后余生，不是你。爸，说实话，800块是真不多。虽说咱只用了3天就挣了别人2年才能挣到的钱，但要是本钱多，我还能挣得更多呀。别因为卖彩票侥幸挣了点钱就开始说胡话，钱哪有那么好挣的？我相信二哥一定能挣很多钱。爸，你有所不知，彩票这东西是有瘾的，目前还没有官方化，现在市面上都只是私立彩票，而且做的人也少。不过再过一段时间，跟风的人就很多了，市场竞争也逐渐变大，随时官方就要开始管理，等那时候再这样干就是不合法的了。这样啊，不过你说的我们又听不懂，我就奇怪了，你就上了一个小学，小学里可没有这些玩意呀。是我在书上学的，你们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看一些杂七杂八的杂志，只是因为大哥死后我才恍然，如今您二老年纪也上来了，我现在作为家中的长子，势定要把我所学的东西应用起来帮家里。12，你长大了。是啊，12，爸妈为你的成长感到高兴。行了，找媳妇这事就暂时放一放，你安心做你的事，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，以后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你随时吩咐就好。我还真有事要家里帮忙。啥事？说。明天三妹跟嫂子帮我写下奖票，写得越多越好，以后这段时间我要用。可是我明天还要给地里翻土呢。翻1年的土能挣到100块钱吗？你的活明天爸替你弄了，你就在家里好好给12帮忙。爸妈，你们也不要去地里了，种田这活实在是太苦了，家里挣钱的事就由我来，以后您二老就在家好好养老，嫂子、三妹、弟弟和妹妹们以后就交给我来照顾，你俩如果实在闲得慌，可以种几个菜园子，还能管咱们一家人能吃上健康的菜。好，都听12的。但是找媳妇这事我是这样打算的，你安心做你的事，我和你妈平时就帮你留意着点，看到漂亮的就带来和你见面，还不了解你个臭小子吗？嘴上说不着，不就是想找个漂亮点的吗？死活还是不放过我吗？隔着半天白说了。这时老妈凑近老爸说起了悄悄话，当家的我有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。你有啥想法？咱家老大命不好，走得早，可是玉兰这闺女就守了活寡了，这孩子是个好孩子，长得也好看，我估摸着也是老二喜欢的类型，要不跟他俩配一配。老爹微微一震，本想开口反驳，但又觉得这事也不是不行，但想了一会后还是摇了摇头。不行，且不说玉兰是他嫂子，再说了，12以前穿老大剩下的衣服他都是一脸嫌弃，现在你让他娶他剩下的媳妇，他能干了，到时候他一生气，不光是老二自己脸上不好看，你让玉兰咋办？那不是当着面扇人脸吗？你说的也是，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不提了。妈妈，你们嘀咕啥呢？没啥，吃饭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上老五来到了一家搪瓷厂房。二哥，你做彩票生意和搪瓷厂有什么关系？来这里自然是为了压缩成本，你也知道我们彩票大部分的奖金都是4等奖，也就是 1.5元。假如我在这里能低价拿到市面上价值2块钱的搪瓷脸盆作为奖励的话，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4等奖？其实就是几毛钱。也对哈，二哥真厉害，真不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做的。二哥，我只是见得多了罢了，跟我在一起多学着点，以后你长大了说不定比我还厉害。好的，二哥。你就在门口等我吧。就是这家搪瓷厂，上一世大哥死后，我就来了这里打工还债。不过现在已经面临倒闭状态了，因为搪瓷用具已经开始被不锈钢代替，再往后慢慢就都是塑料的了。这里的老板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太晚，导致货物积压。徐总，我想在你这里买一批搪瓷脸盆。要多少？500个。抱歉，我们厂子一般只面向大量发货的时候批发。你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，还在这装大尾巴狼呢？
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小子不是诚心来买东西的吧？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诚心的了。你叫徐宝发，45岁，老婆5年前去世，一个人拉扯着2个儿子2个女儿生活。前几年搪瓷生意好，挣了不少。这几年你的厂子受到市场冲击，从上个月开始，你员工的工资都是借钱结的，这个月依然还是亏损状态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刚刚还在头疼这个月的工资问题吧？我没钱发工资这事，除了我二哥知道，还从来没告诉过别人。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调查我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干嘛？我是来帮你的人，给你个建议，赶紧转做不锈钢，搪瓷不能再做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我需要钱啊！你看，我这不就是来帮你的吗？是这样的，徐厂长，我在市场上也看了一圈，一个搪瓷脸盆零售价是2元，我以后会经常在你这里大量拿货，保底1万件，只会多不会少。你看你能给到多少的底价？你说多少？1万件？是的。你这空口无凭的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就行，信不信你过几天就知道了。你就直说500个，你今天卖不卖吧？徐宝发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又觉得我说的有理。虽说厂里规矩只能大量批售，但现在面临资金紧缺，他也不得不破坏规矩，毕竟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。我给你8毛，这也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。行，二哥你搞定啦？当然，没有什么事是二哥搞不定的。二哥你就是我的偶像。走，回家去取彩票去。12你回来了呀？是啊，嫂子，奖票你俩写多少了？大概有2700张的样子。辛苦你俩了，不过还得写，明天想想办法再加量，越多越好。要那么多吗？实在不行，我明天在村里找几个字写得好的人来帮忙。行，就说包饭包肉吃，1块钱1天。这是我刚从城里给你们带的礼物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洗发水，以后咱家就别用肥皂洗头了，用这个好。这个不仅对头皮好，而且还能香香的，自带体香的嫂子，再加上洗发水的味道，应该会更加迷人吧？这东西一定很贵吧？不贵，也就5块钱1瓶。5块，12，你真是年轻不知当家柴米油盐贵呀！知道你这几天是挣了些钱，但咱们家的开支还是要能省则行啊。是啊，12，要按照你这样挥霍下去，以后的日子咋过呀？妈，你们放心，以后咱家的钱只会多的花不完。像这种能享受的东西，只要买得到的，我通通都会买回来给你们体验。就算是买不到，我也会想办法制作出来给你们享受享受。你们只需要100%相信我即可。孩子，你没发烧吧？你咋比你爸我还能吹牛皮呢？吹牛皮的功夫我自然是比不过您的，因为我说的没有半句虚言。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想脱层皮。爸，我错了，别。那这个要怎么用啊？12，我凑到嫂子耳旁，轻轻地对她说道：等忙完今天的事情，回了家我帮你洗一次头，你就知道了。小叔子要帮我洗头，好羞耻啊！为啥我总感觉我俩像禽兽一样啊？不过这是我应该答应他嘛，反正都已经是他的人了，那我就答应他好了。不要。说完，嫂子脸上的红印像是苹果变成了猴屁股。也就在这时，几人好奇地看向我俩，这一刻氛围似乎尴尬到了极点。于是他急忙逃离了这个令他窒息的现场。毕竟在这个年代，对一个黄花大闺女说这种话确实有些羞耻。为啥不要？是因为要不起吗？咋了这是？你对嫂子说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欺负她了？没有三妹，我没欺负嫂子。哼，我问她去，你要真的是瞎说了什么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三妹，你要相信我呀。婆娘，这是我的错觉吗？应该也许或许不是。看来还是我低估这小子了。老大的衣服不爱穿，媳妇倒是挺想穿是吧？你小子有前途。闻言，老妈微微一震，立即拉住老爹：当家的，你先别着急着说，我们看到的也许不一定是真的，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。如此甚好。下午5点半，我带着3人来到了龙武煤矿。这次我准备了1500张彩票，我们几人有着很好的分工，嫂子负责喊客，三妹维护秩序，老五打酱油，而我负责售卖彩票。二哥，这次的人好像比上次还多啊！那是必然的。首先，我这次提高了中奖率，我给里面放了700张空白奖，500张4等奖，其余的几乎都是3等奖，也就是5元钱。还有个原因就是，这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爱贪小便宜的，就因为咱们现在的4等奖是价值2元的脸盆，和我们的彩票价一样。对于这些彩迷们来说，即使没有中到大奖，就当是给家里添了个物件。那提高了中奖率，咱们不就少挣很多了吗？你这才几天就钻到钱眼里去了。我压缩成本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走量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能把所有彩票卖完。1小时后，1500张彩票售出的有个七七八八，除去成本估摸着挣了近2000块钱左右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位头顶写着煤老板的男人带着强大的气场向我们走来。工人们见此人来了，都纷纷让路。是谁特娘的让你在这里摆摊的？你们都不许再买了，给我散了！众人见自己老板火了，匆匆地离开了此地。
这人我上一世好像见过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在报纸上。因为再过3天，一场暴雨会让龙武煤矿南北角的一处煤洞坍塌，这次坍塌导致了15人死亡，50人受伤。这件事闹得满城皆知，也就是这件事开始，这位叫刘敬腾的煤老板被扒出不少黑料。这人品行不端，做事心狠手辣，似乎还和黑道有些勾结。不过他是幸运的，就因为是在这个年代，他只是赔了自己的一半资产就平息了此事。不过那也是好几百万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严重影响到了我员工的生活作息？说吧，这个事你打算怎么赔偿？照你这么说，你的员工都是下班倒头就睡吗？这么说话是吧？我看我是没有必要和你小子好好沟通的了。说完，他便拿起电话开始摇人。我这里有人闹事，赶紧派几个人过来。不行，这个人似乎是动真格的，我要是被打一顿我就认了。可他们3个不行，特娘的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一次我就屈一下吧。哥，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，你说你想要什么赔偿？把你今天在这里挣的全都给我拿过来。不行，你这是在抢劫，那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挣的，凭什么要给你呀？老五，你别说话，大哥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他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这是今天挣的，我都给你。这他娘的还差不多。男人再次拿起电话说道：事情解决了，你们不用过来了。谢谢大哥的不追究。行了，滚吧，下次你再敢来摆摊，老子一定打断你的狗腿。刘总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认识我？对，我认识你，你叫刘建成是吧？没错，是我。你们3个去一旁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12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这人太危险了。是啊，三哥，钱咱们以后慢慢挣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你们放心吧，我能解决好此事的。见我眼神坚毅，3人不再劝说，乖乖的去到了一旁。3天后的下午会有一场大暴雨，到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让南北角的煤洞施工。哟，跟我在这装神棍呢？那你说说施工会怎样？会死人。怎么，你这是想吓我？是因为收了你的钱，就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？你这样做只是让我觉得你很没出息。我告诉你，我刘建成可不是吓大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快滚吧，我耐心是有限的，别逼我真的叫人来揍你。行，你既然不是吓大的就好。话已至此，信不信就由你了。但那可是2000块钱啊！我活到现在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是啊，二哥，那个煤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，我们快去报警抓他。不能报警，报警只会跟此人结仇，而且他背后估计还有黑道势力，那样做的话只会给咱一家子增添危险。那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不急，等3天后，他一定会把钱退给我，并且还要给我们道歉。家人都离奇消失，家里只有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我把几个月大的妹妹养到了4岁，直到有一天，妹妹被人拐走了。寻遍了乡里十里无果后，我离开了小龙武村，踏上了寻亲之路。或许这本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赶上了华夏股市的便车，凭借着惊人的天赋登顶。20年后的我财富自由，而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带着团队做空了整个金融街。一群不明武装人员忽然出现，把我绑到楼顶扔了下去。一阵失重感后迎来的没有剧烈的疼痛，却发现自己重生到了1989年4月1日。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天。妹妹等着哥哥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人把你带走。12，你这是？是，您刚有没有看到我家慧慧？慧，这不上午还在那边玩得好好的吗？不是，你最后看到她是在哪里？快告诉我。想起来了，在稻田里。当我从地里回来，遇到了周秀萍，她抱着慧慧说是要去地里摘黄瓜。12啊，这个周秀萍你可得注意点了，别不当回事。我真见过她拿针扎慧慧，这会抱着鬼鬼祟祟的准没好事。是，此生我必感恩您老的大恩大德。我急匆匆地冲向了稻田，心脏都快要炸裂了。周秀萍，你个杀千道的，你特么就是个畜生！你儿子靠着我在市里买别墅买豪车，你60岁就到市里过着不穿吃喝的生活，80寿终正寝，老天爷瞎眼了吗？让这种人的人生居然能圆满？前世天没收你，这一世就让老子让你入土为安。小河旁，周秀萍正威胁着一个不过4岁的小女孩。小可爱，再问你一遍，今天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跟你走，我要找哥哥。你个恶毒老巫婆，我只想要哥哥。你要你哥哥？你哥哥能养活你吗？我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天天吃肉吃白米饭不好吗？你别给我废话，我都是为你们家好。周秀萍穷凶极恶地看着慧慧，眼看周秀萍要对姚慧出手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和12终于赶来了。远远的，他看到了周秀萍对慧慧动手动脚，整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性，飞速冲了过去。周秀萍，你个杀千刀的敢动我妹妹！和12一个快步，一把抓着她在水沟里一顿一顿打，朝她脸上一连呼了10几个巴掌后，还不解气，又一把抓着她头放到水里了。那张恶毒的肥脸被和12按在淤泥里疯狂的摩擦。这一刻，和12是真要杀了他。上我家鱼塘，
去我家菜地，你到处造谣说我爸偷过你家3块钱，你还到处说我妈和谁勾搭，用针扎我妹妹。我没证据，我打不过你一家人，但你特么得寸进尺，现在竟然想要带走我妹妹，还想欺负我妹妹，新仇旧恨，不杀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怎能泄我心头之恨？姚慧望着哥哥哇哇大哭，妹妹从未见过哥哥这样，哭着喊：哥哥，你打死他了，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。慧慧不要哥哥被抓走，慧慧就没有哥哥了。哭声让和12的人性逐渐回归，回头看了一眼浑身补丁瘦弱的妹妹，脑子稍微冷静了下来。对，杀了这个畜生，我也要把命赔上。我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不怕死，但我死了我妹妹怎么办？即便是现在杀了这个畜生，又怎能泄我心头之火？我要慢慢的玩死你们一家，让你们一家这一世不得善终。还有你儿子你老公，我杀你一个怎能够？和12停止了手上的拳头，周秀萍赶紧挣扎着爬到一边，看和12像是见到了一个厉鬼，哆嗦着。你刚刚是真要杀了我吗？如果不是我妹妹，但凡有一点可能，我都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。记住，从这一开始，你们一家必凄惨。别急，这一世我有的是时间和你们家玩。和12的心已裂开，一把抱起了慧慧，双眼泪水挤出。妹妹，是哥哥不好，快告诉哥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哥哥不哭，慧慧没事。哥哥，以后我一天只吃1个土豆，你就可以养活慧慧了。慧慧不要白米饭，只要哥哥。我的好妹妹，这一生哥哥会让你过上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企及的生活。打断一条腿算是轻的，以后再动我妹妹一根头发，我直接交代了你。说完抱着和姚慧离开了。周秀萍感觉眼前这个和12变了个人，变得让她恐惧，像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。回到家里，和12望着妹妹熟睡的小脸，救回了妹妹。她觉得比前世所拥有一切都值得。现在摆在面前的难题还是生存，我要赚钱带妹妹离开这个村庄，不然那个恶毒的女人又把妹妹拐走了怎么办？眼下家里一穷二白，赚钱刻不容缓。前世1990年才开始抓住了股市风口发家，重生早回了几年，这点暂时行不通。此时一条空手套白狼的发家计划在和12的脑海中马上形成。和12拍了拍脑袋，对了，我怎么能把我这兄弟给忘记了？第二天和12把3个老母鸡挑在肩膀上，牵着妹妹去镇上给卖了换了8块钱，给妹妹买了几根油条，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油条的味道。而后兄妹俩进了龙平镇国营皮鞋厂，他今天过来找的人是和他一起长大的王建国，他是这个小厂的销售科科长。和12也没有废话，进了他办公室后直接讲了他的计划。兄弟，你要是这么搞不得搞出事啊！我要是这么干了，我们厂长不得打死我！你想让我这铁饭碗丢了吗？建国，你还好意思说是铁饭碗？先说说看你这铁饭碗有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上集说到重生后，我就回了当年被带走的妹妹。一穷二白的我想到了一条空手套白狼的发家计划，于是我把家里仅有的3只老母鸡卖了，拿着8块钱来到国营皮鞋厂，找销售科科长王建国，只因他的老丈人是厂长。建国还说是铁饭碗，你这铁饭碗起码有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吧？二哥，这口子我绝对不能给你开，老子这科长怎么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个老丈人就是个老顽固，我要这么干了，他肯定要大义灭亲把我送进去，老子的幸福也要吹了。短暂沉默后再度开口，来，我问问你，你现在工资1个月有多少？50多块吧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我能让你收入翻倍呢？那也不行，我从小是读马列主义长大的，咱们老实本分不乱来。那如果我能够让你收入翻10倍呢？二哥，你疯了，这怎么可能？1个月赚500块，那得坐多久的牢啊？你别把我往火坑里带啊！成，如果我让你1个月赚5000块呢？那你还跟不跟我干？王建国呼吸急促了起来，在这猪肉几毛钱1斤的年代里，1个月赚5000，2个月就是1个万元户。王建国这个马列主义者也被和12的糖衣炮弹给轰得招架不住了。那你先跟我讲讲，这是你打算怎么干？我把计划和目前工厂、供销社以及炒鞋等整个市场现状分析了一遍，一系列的举措讲下来，王建国的嘴巴目瞪口呆。你还是我兄弟和12吗？我咋感觉你变了个人？前天我们还在田里吹牛，说要把咱龙武村的龙虾卖到欧洲，让洋人开阔一下眼界嘛。怎么你今天又对皮鞋有兴趣了？你又特么吹？建国，我家里的3个老母鸡已经卖了，我已经断了我所有的后路和幻想，你懂我想说什么的？王建国极度惊诧地望着我，兄弟这么多年，他知道那3个老母鸡在我家的地位有多高。你连老母鸡都卖了，真特么疯了！穷人命贱，我受够了穷，我想有尊严的活着。行，我们爷爷以前一起在战场上和小日子玩命，今天我继续陪着你玩命。王建国拿出了一个小本本，沙沙地写了个销售员的职务，然后盖了章。这是你身份证明，你出去跑市场，要是跑到了订单，货我给你安排。但是兄弟，你不能带着慧慧出去跑，别弄得到时候她也跟着一起被抓进去了。妹妹一听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眼泪水一下子漫出了眼眶。哥哥，我可以帮你卖鞋，慧慧很厉害的，不要把慧慧留在这里好不好？放心，哥哥不会放下你的。慧慧一定不调皮，一定会帮哥哥卖鞋子。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，平日里爱玩的慧慧，此刻异于常人的乖巧。好吧，
既然在厂里干了，就别回村里了。小玉姐那个房间一直都是空着的，我和她去打个商量。不过二哥，小玉姐那边没少打听你的消息，有时间联系下她吧。提起王小姐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那是一个很爱我的人，前世妹妹被带走后，终身不娶的我辜负了她。不想浪费时间了，我背上5双样品皮鞋，牵着小慧慧上了前往县城的拖拉机，来到了县城最大的供销社。跟我记忆中的一样，早些年还人山人海的供销社，现在门可罗雀。来到了卖鞋的柜台前，售货员正在闲聊。一个阿姐看到我讲了句：“自己看了，看上了哪个跟我讲价格，没有少的。你要看不上就出供销社，绕个弯那边有很多搞投机倒把的，那货多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，把自己包里的这几双皮鞋整齐地摆在了柜台上。几人一脸奇怪：“你搞投机倒把都到供销社来了？”我是国营皮鞋厂的销售员何12。国营厂的销售员啊，我们这多久没有看到了？找我们主任推销的吧？那边绕个弯就是主任办公室，进去的时候手脚轻点。要是看他在睡觉，你就出来，别打扰他。主任挺不容易，天天要往上面替我们要工资。阿姐，我不是来找你们主任，而是找你们的。找我们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一天能卖多少双鞋子？你觉得呢？咱们供销社一天进来的客人也不过3、5个，能有啥销量？你看，要不咱们合作一把行不行？我鞋子放你们柜台卖，要是卖掉1双，我额外给你们2毛钱的提成，卖的越多，我给的就越多，上不封顶。你这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？你这小伙子怎么年纪轻轻的尽是这些投机倒把的思想？我看你这账也是假的吧？阿姐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开始轰人：“赶紧离开，待会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把你给逮走了，我们可不负责。”就是，怎么老有这种人进来搞推销？真疯了，不知道这是供销社啊？我们是拿国家工资的，你让我们跟你们同流合污，那不是给国家抹黑吗？几个女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轰人，还把柜台上的皮鞋往外面丢。我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样，我目的是要来推销。一声不响，我捡起了地上的鞋子走了出去，站在门口对着门前走过的人群大喊：“头层牛皮皮鞋，20年国营老厂质量货，原价10块的，现在只要8块，大家快来瞅一瞅。”上级说道。我带着皮鞋到供销社谈合作，混吃等死的售货员骂我是资本主义尾巴，投机倒把搞破坏，把我给轰了出来。我直接站在门口吆喝卖起了皮鞋。头层牛皮皮鞋只要8块，大家快来看一看！居然有人敢在供销社门口卖东西，真是牛皮吗？我抓着鞋子使劲地扯了几下。锁后门从国营厂里搞出来的，质量好不好？您自个拿着掂量下。我非常热情地把鞋子分发给了围过来的人，当中有个修鞋匠嘀咕了句：“还真是牛皮的，隔壁搞投机倒把的那条街，就这质量货，估计得要10块往上走了。”小姚会知道哥哥是在赚钱养他，鼓起了勇气，憨憨地说：“伯伯，你买1双哥哥的鞋子好不好？哥哥要赚钱养慧慧，他很辛苦的。你要是买1双鞋子，哥哥就可以买好多土豆，慧慧可以省着吃好多好多天，这样哥哥就不辛苦了。”一群大老爷们看着小姚慧衣服全是补丁，一个个心里泛酸。要票吗？不要，给钱你就可以买走。那你这鞋子卖的合法不合法？怎么不合法了？国营厂工资都发不下来了，出来找条活路不过分吧？我们尽量给国家减少负担。小伙子，把投机倒把说的一身正气的，我还是头回见。那行，看在你要养妹妹的份上，给我来1双，刚好明天我要去见亲家。我麻利的帮老头给打包好，因为鞋子比倒爷卖的便宜了3、4块，而且是正规厂拿的货，只用了5分钟，我就把这5双鞋子给卖掉了，赚了25块钱。小伙子，这货能不能多走点后门搞出来？大后天下午我带30双过来，卖完我就走。几个人应和着让我一定要来，就离开了。我抱起了慧慧。今天你帮了哥哥大忙，等会哥哥带你去吃猪肉菜。哥哥，为什么呀？我们不买土豆吗？猪肉不是很贵的吗？慧慧不要哥哥乱花钱。哈哈，以后哥哥会把慧慧养得胖胖的。我们先去里边。说着，我走向了供销社里边的那个柜台。5分钟我在门口卖了5双，按照我刚刚给你们的合作方式，今天你们就有人可以5分钟赚1块钱。要是你们卖力帮我卖1天，不比你们1天工资赚得多吗？我原本以为这些人会心动，结果我错了。切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国家计划经济就是被你们这些倒爷给搞坏的。走走走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就是，别来坏我们心情，我们是吃国家饭的，和你们这些无下限的倒爷不一样。成，信不信半个月之内你们会主动求我拿货卖？好好好，你这小倒爷真没完没了了，赶紧走人，不然我去叫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抓你。柜台上的阿姐讲完后，继续在那里聊八卦，不想再搭理我。供销社现在是一潭死水，即使我的皮鞋能够摆上柜台，这些供销社销售员个个混吃等死，摆上去也不见得能卖掉。我要让这些人看到，认真卖我鞋一定能赚到钱。你因为我赚到钱了，迟早会主动叫我爷。后面2天时间，我带着小姚慧一直在县城里各种调研。
给妹妹买了身衣服，买了很大一块新鲜的猪肉，回到龙平镇鞋厂宿舍重生后，我再见王小玉，那个记忆中最漂亮的女孩。我终于明白为何前世财富自由，但我从未正眼看过身边任何一个女人。二哥，你说啥？你5分钟就卖了5双皮鞋，你还是明目张胆的在供销社门口卖掉的？对，你再给我准备30双，明天我再过去买。这是那5双鞋子的货款。王建国拿过了钱，很是担心。你不是说出去跑订单吗？怎么跑到供销社门口投机倒把去了？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！万一被逮进去了怎么办？我又费了一番口舌，讲了自己的计划。王小玉听得一阵入神，感觉我完全变了个人。正当王建国又要巴拉巴拉讲一堆的时候，王小玉开口了。昨天厂长去了一趟县里，主要去讨论工厂工资的问题。很遗憾，我得到的消息是，厂长1分钱都没有申请到，工厂只能靠自己了。既然我们鞋子这么好卖，为何不胆子大点，自己找条出路？我觉得可以尝试下12的方法。王建国沉默了，想了想，反正一头莽到底了，那就这么干了吧。我这就给你去安排货。不吃饭了吗？不吃了，赚钱要紧。无产阶级忠实拥护者王建国丢了这话后没了身影，桌子上就剩下了我和王小玉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小玉的脸上总会挂着一丝慌乱，娇羞不抬头看我，也不讲话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你还好吗？王小玉不明白我怎么会忽然这么问，有些拘谨。还行，这几天你很忙吗？怎么一直没来找我和建国？地里事情多。哟，我把这里收拾了下，建国跟我说了，以后你和慧慧就住在这里吧，反正我也就中午过来休息下，房子一直都是空着的。行，谢谢。我望着王小玉，明明有好多阔别几10年的话想说，偏偏就是说不出口。第二天，原本冷冷清清的供销社门口有不少人在等着。当我扛着一个大布包出现时，这群人就跑了过来。对，就是他，我鞋子就是在他那里买的，太狠了，我家老黄狗牙齿都给咬崩了，质量跟铁打的一样。那是真牛皮，不是特么那些倒爷搞的纸皮鞋。我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动静，门口混乱的人群再次打破了冷冷清清的供销社。卖鞋柜台的几个售货员愣愣地看着，这不是前几天过来推销的小倒爷吗？这小伙子的鞋子怎么会这么好卖？这时，供销社主任刘华强从里面办公室走了出来，眉头紧皱。门口那是干嘛的？吵吵闹闹，当这里菜市场啊？小姐，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小倒爷在门口卖鞋呢。什么倒爷？刘主任是最恨倒爷的，他认为供销社为何生意会这么差，还不是这些走街串巷的倒爷给搞的。走出门外后大喊：谁让你们在供销社门口卖东西的？马上给我把东西拿走！你们这些倒爷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都倒到供销社门口来了。上集说到供销社门口堆满了人，都想找我这个小倒爷购买国营厂生产的皮鞋。供销社最恨倒爷的刘华强火气冲冲地喊着：小伙子，你这鞋保好吗？就在这里卖鞋，我看你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们老百姓捡点漏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供销社门口买卖东西，这是目无法纪，马上全给我散了！你是没有听到还是怎么的？我笑着对他说：稍等啊，领导，再等我几分钟。刘华强准备过来丢我的鞋子，大爷直接挡在了他跟前。李奶奶的，你丢个试试！你们供销社不卖东西，难道还不允许人家小伙子卖东西了？一个服务老百姓的供销社，愣是被你们弄成了解放前的县太爷衙门，谁进去不是受你们一肚子气的？供销社是国家的，是人民的，我们人民允许这个小伙子在这里卖东西。人群开始各种讨伐，刘华强火冒三丈，几个怕事情闹大的售货员赶紧把他给拖了过去。小伙子，你别怕，今天就算是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，我们也保你。想起这些大老爷作风，我就来气。人群中我不停地道谢，过了10多分钟后，30双鞋子全部卖光。感谢乡亲父老，没有你们照顾小二的生意，小二也只怕早就饿死了。也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国营厂，明天我还会来，要是大家还有亲戚要买鞋子的，也可以介绍过来。小二给你们友情价。这话等于是在挑衅，彻底刺激了刘华强。但他看门口那么多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了。等门口的人散了后，刘华强脑子也冷静了下来。这小倒爷刚刚说他是国营厂的，这哪个厂的鞋子呀？整个供销社的销售员也已经炸开了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半个小时，这小伙子就卖了30双鞋，他8块钱一双卖的，这半个小时的营业额就是240。我们柜台今年都没卖这么多鞋子。那个小倒爷说帮他卖1双鞋子，他给2毛钱提成，一天卖30双鞋子，那一天6块提成，1个月180块。我去，我半年的工资。这些鞋柜售货员全都被强烈刺激了。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，打回国营鞋厂。建国，你马上给我拖一车货过来，我这30双刚刚全卖了。卧槽，兄弟，才去县城多久，居然又这么快卖了？我马上就给你去安排，工厂终于有救了。好，下午3点，供销社门口交货。刚准备走，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老板刚好1分钟，1秒不少，1秒不多。你牛逼，每次打电话都能卡准60秒。那可不是，我白开水可是倒爷接金牌销售，相达60秒就绝对不会是61或59秒。
白开水非常得意的丢了1块钱，然后离开了。我对他莫名的感兴趣，好奇的跟了过去。找到白开水时，他正在和一个女人吵架。滚！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老子1个月帮你一共卖了400双鞋，按你老公当时跟我谈的，1双给我1毛钱提成，老子拼了命的干，结果你2口子不认账，你生儿子指定没屁眼。边上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骂那对夫妻目光短浅，还有很多人过去拉拢白开水，但白开水在气头上一个都不搭理。我想了想，走了上去和他搭话。兄弟，我也是卖鞋的，作为同行，同情你的遭遇，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吃顿饭如何？老哥，你这打着什么算盘呢？平白无故请我吃饭干嘛？你这穷的叮当响的，有我算计的价值吗？好像也是，我就一农民，你能图我啥？不吃白不吃，带不带肉菜？10块钱标准，肉菜随便点。那是先说好啊，别打我什么主意。我们进了一餐馆，我让老板按10块钱的伙食标准安排。白开水竖起了大拇指，兄弟仗义，你让我对这冷漠的沧桑人间又多了一丝温暖。你刚说你也是卖鞋的，刚入行不到5天时间。你信了啊？那你可找对人了，我给你传授一点经验啊。这卖鞋呢，你要多方面去揣摩别人看中的点。男的喜欢看质量，女的喜欢看款式，千万别处那王婆卖瓜，自夸自卖，那是最低级的卖鞋方式。一说起卖鞋，白开水开始滔滔不绝，听得我心头一阵震撼。80年代没人去在意顾客想什么，可这家伙竟然懂得揣摩顾客需求，超前的销售思维。白开水已经彻底打动了我。老子在倒爷街卖了1个月皮鞋，吊打一条街。不过最近几天时间，我一直想见一个卖鞋比我还牛的高人。高人？兄弟，你卖鞋的这几天可听说过一个卖鞋高手？第一，他敢背着鞋子在供销社门口供人叫卖；第二，5分钟卖了5双鞋，这创了咱行业纪录啊！没想到白开水嘴里的这个高手竟然是我，一阵尴尬。那人只是侥幸吧？侥幸？你居然把别人的实力当成是侥幸？就在这时，外边有个老头走了进来。还真是你呀，小伙子。老人家，你是？老头蹬了蹬自己脚上的皮鞋。你从后门搞出来的国营厂质量货，你那什么时候有新货来着？我打算送双给我村支书。白开水瞠目结舌地看着我。老哥，供销社门口卖货的那个兄弟原来是你这个侥幸哥呀。我点了点头。运气好而已，今天我又过去卖了30双。卧槽，多长时间卖掉的？半个小时。小弟甘拜下风。我看时机成熟，趁热打铁道。你甘心回去种田吗？怎么甘心？但有什么办法？说好的工资，可到最后1分钱都不给。他们不识人才，要不你跟我干吧，包吃包住。而且我是正规国营厂销售员，至于提成，和他们一样，你卖的越多，我给的越多，甚至都可以当场给你兑现。国营厂的正规销售员，如果你是国营厂的员工，怎么也跑出来摆摊了？看这家伙还有疑虑，我笑了笑。走，带你去看看我的规模。只要你有心想继续搞，我让你发财。一辆拖拉机哒哒哒的开了过来，车子停下来后，王建国跳了下来，紧张的望着我。二哥，真卖完了吗？这是30双鞋子的货款。你牛逼！我这一拖拉机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整完？2天。整整1车鞋子，把白开水给刺激的热血沸腾。这鞋子我们真的可以卖吗？二哥，这叔叔是谁？呸呸呸！我才19岁，我就是长得比较显老，别叫我叔叔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白开水，路边捡的，以后一起跟我干的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我胆大包天的行为引起了整个县城的轰动，全县城的人都知道，每天下午供销社对面有个卖鞋的，买5双送1双，卖1双送袜子，凭票可抵1块钱，各种活动层出不穷。每天供销社对面街道上跟赶集一样，围满了人。刘华强观察了几天时间后，他把鞋柜的人叫进了办公室。对面那个小倒爷，他今天卖了多少双鞋子？80双。又卖了80双。如果我柜台上5块钱出1双，赚2块，80双就是毛利160。供销社每天所需要支付的工资是50块，那这么一算下来，我们不就自给自足，还能有结余了吗？那我还天天跑县政府要啥补贴？主任，今天你去县里那边怎么说的？我们都半年没有发工资了。县里态度很明确，现在没有钱，甚至还有可能要解散供销社。看看你们平常怎么上班的，嗑瓜子修指甲，老百姓来买东西了，你们倒好，摆出一副比谁都大的领导派头。关键你们还看不起那边倒爷街的倒爷，人家1天的销量就是你们2年的销量，你们脸难道不红吗？你平日里不是最恨倒爷的吗？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哼！你还给我狡辩！明天这小伙子要再出来摆摊了，你给我把人家请进来，我要和他交谈一次。重生80年代5天时间，我赚了整整1000块钱。我在县城里买了500多平米的仓库后，还剩下500多块。白开水5天时间赚了40多块钱，感觉像是在做梦，越干越起劲。这天，王建国又拖了1车货过来，有些奇怪的问道：“二哥，你们这几天在外面摆摊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洪秀章来抓你们吗？”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转行了。什么？这才刚尝到甜头呢，怎么就不搞了？二哥，别呀，我还想存点钱回去盖个大瓦房呢。这几天我看到很多洪秀章从我们这边路过，他们也没有抓我们的意思啊。我问你，县城里最好的地段是哪里？当然是我们牢牢占据的供销社这一块。我再问你，
既然这里地段这么好，为什么倒爷不到这里来摆摊？那还用问？当然是怕洪秀章抓人呗。那如果洪秀章现在不抓人了呢？你意思是，要不了多久，供销社对面肯定会被倒爷给全霸占？这就是市场的残酷，不想后面一步，肯定要被淘汰。不出我预料的话，明天肯定会有别的倒爷出现在那边。那咋办啊？我昨天还在我老丈人面前吹牛，1个星期内开始恢复生产，1个月之内把库存给全部清理掉。你就是性子不好，不淡定。你们以为我天天在供销社门口摆摊是干嘛？真以为就为了赚这1000块小钱？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货拿进供销社，然后用提成奖励来刺激那些售货员。但现在想法升级了，我要把这个供销社打造成一个鞋子批发市场。第二天，如我所料，2个胆子大的倒爷摊子就摆在旁边。此时，供销社阿姐杨金花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这生意挺好的呀。还行，一天卖个180双的，全靠乡亲父老们照料生意。小白，你那今天卖了多少啊？二哥，30双。行，加把劲，咱今天看能不能突破100双。这几天，杨金花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这边的生意。此刻，她真不淡定了，讨好的望着我。小伙子，那天的事情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阿姐呢也是脾气不太好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要不您到我们供销社这边来下，我们刘主任想要见见你。还是不了吧，你们主任那天要吃人一样，我怕进去后你们把投机倒把班的人给叫过来，把我给扣了。对，真的只是误会，我们主任那人也是心情不好。行了，大姐，回去和你主任讲，我一小倒爷还不如他的法眼，高攀不上，好走不送。杨金花垂头丧气地回了供销社，把我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刘华强这回没有狂躁了，想了想，为了供销社的前途，为了大家的饭碗，这个道歉是肯定要有的。刘华强走出了供销社，边上几个倒爷提着东西就跑，比看到了洪秀章还要怕。白开水也本能地抓起东西就准备跑。小子，你怕什么？刘八皮啊，这老头头不记得啊，咱们倒爷街那边多少倒爷被他给举报进了局子。大哥，咱别在他手上跌跟头。行了，人家不是过来抓我们的，是来求吃的呀。刘华强带着亲切关怀的笑容走了过来。哈哈哈，小伙子辛苦了，这大热天的看你们卖东西也辛苦，要不去我办公室喝口水？刘主任，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有话直说吧。你那天跟我讲的合作，咱们可以谈谈。你想怎么谈？首先我要跟你道歉，我那天是心情急躁，每天去县里都被训得起飞，希望小兄弟你别放在心上，可以到我办公室谈谈吗？我想了想，答应了刘华强进供销社谈一谈。显然刘华强现在迫切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，急切想要跟我合作，讲来讲去就是让我的鞋子摆进来卖，我们利润分成，这些都不是我在意的。听到最后，我打断了他。刘主任，你提出的合作条件我都可以答应，但有几点我需要和你谈妥。12你讲。第一，拿货价必须是5块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牛皮，现在材料成本涨得这么快，按照以前的3块不可能。第二，所有销售的产品必须要打我品牌的口号，也就是成熊牌皮鞋。第三，销售员工前期培训日常必须要全权交给我，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刘华强沉默了，可县里已经在讨论供销社承包制了，指定的承包人质疑就是刘华强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自己干，要么滚蛋。自己干，但又能做几个生意？还有这么多人要养，底裤都要亏没啊？所以他没有选择。行，那你跟我讲讲，看你怎么搞，总得有个方案给我吧。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，于是大概的陈述了下思路。龙鹏县现在的商业状态特别乱，没有一个专类，综合商场跟一个大杂烩一样，供销社的面积有这么大，光卖鞋子也不可能，所以我打算把这里运作成一个鞋服市场，里边只卖鞋子服装，现在存在的其他类商品全部踢出去。刘华强也算是商场老手了，盯着滔滔不绝的我一阵头皮发麻，各种举措，格局大到统一市场，经营上又细到了每一个柜台摆放位置等等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我们供销社面积一共有2000多个平方，你说整合其他产品进来，怎么个整合法？我笑了笑，所以我需要和你签个合同，这个供销社的品牌进驻只能由我引入，而且每个品牌的位置划分也只能由我来确定。刘华强盯着我上下打量，小伙子，我咋感觉被你带进笼子里了？盘活供销社，大家都有饭吃，赚到的钱没进我的口袋吧？亏的人应该是我。你这么一讲，我心里也好受点。那行，我和你把合同给签了。签完合同，我离开供销社，拿着一大摞杂志回了县国营厂。回来后，把王建国给叫了过来，同时叫来的还有技术科科长等人。我手里拿着几本杂志，非常亢奋地讲：现阶段内地工厂的鞋子款式太单一，搞来搞去还是那几款鞋子。可现在已经不是单讲质量而不讲款式的时代了。就当几人听得入迷的时候，边上有一个工人很是奇怪的盯着这边走了过来。何时啊？还真是你兄妹俩啊！五姑说你消失了几天时间，怎么跑我们厂里来了？几人被突然打断，显得有些恼火，全回头看了眼这人。李晓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看到了他们技术科科长还有销售科科长都在。我盯着这人看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，
这不是周秀平的侄子李晓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这李晓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典型好吃懒做的混子。你有什么事情？如果没有，给我滚远点，别打扰我们谈事。对不住啊！李晓离开了工厂，回龙武村后，把这事给周秀平讲了一遍。你说何十二偷王建国的关系进了你们工厂？我估计应该是，不过哥，何十二要是回来了，你怎么解释他家房子的事？不是侄子说你，人家离开才几天的时间，你把人家房子推了干嘛？上级说道，供销社马上实行承包制，刘华强没得选，只能答应我所有的合作条件。签完合同后，我回到国营皮鞋厂，跟建国还有其他科长一起探讨皮鞋款式时，被周秀平的侄子李晓打断。建国一顿臭骂后，李晓回到龙武村，发现周秀平竟然把我的房子改成了猪圈和鸡窝。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，他家有一侧墙被吹倒了，我看他兄妹俩一直没回来，就买了几个猪崽子丢进去。这王八羔子现在什么情况？他还会回来吗？李晓皱着眉头，不是很清楚。我表哥呢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只要他回来，还怕他何十二什么？志华在县城一个鞋厂里当学徒，要不拿你单位电话给他打过去，让他请假回来。那小王八羔子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上次真差点没把我给送走。那行，我这就打电话过去。我们确定的方案是1986年张荣国在演唱会上穿过的皮鞋。从去年12月开始，内地大街小巷的报纸杂志全是哥哥那一身西装黑皮鞋的照片。第二天工作结束后，建国匆匆忙忙地跑过来，走，现在就跟我回龙武村。怎么了？我一脸奇怪，建国情绪很是激动。李晓那小子偷用了办公室电话，被我抓了个正着，一逼问才知道你家房子被周秀平当成猪圈养猪了。周秀平怕你回去报复他，于是就指使他打电话叫周志华回来。我的脸瞬间黑了，直冲向了工厂大门外。回到村里，看到自家已经倒塌的屋子，厨房养着的2头猪仔，猪屎拉的到处都是，室里床上站着几个公鸡，鸡屎遍地，浑是滔天的怒火一下就冒了出来，冲到了周秀平家门口，一脚踹开了大门。臭三八，你敢扒我房子？屋子里没有人，周秀平肯定是躲了起来。我找了一把黄瓜刀，开始在村里找人。建国看我要吃人的样子，赶紧一把拉住我。二哥，你别冲动，这事我们可以解决，但不能这么解决，咱们厂里还要靠你呢。要是你家房子被人当成了猪圈养猪，你能忍下去吗？这臭三八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我底线，我忍不了。行，从小到大，我俩出去打架都是你冲在最前面，要弄人咱一起弄，要出事了咱们一起兜着。建国捡了一把西瓜斧，跟着我在村里挨家挨户的找人。周秀平躲在进村的一条公路边上瑟瑟发抖。终于他看到了回来的儿子，一脸杀气无比。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何十二那小逼崽子是真要杀人了，现在还在村里到处找我。周志华从包里面拿出一把咸鱼刀。他吃了 BOSS 打吗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这小畜生翻天了！头回你被他按着吃你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。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我们去找他。这小畜生的威风该消消了。我在村里寻仇的事情被村民告诉了村长洪国华，洪国华把我们带到了村委会做思想工作。你这孩子怎么跟闷葫芦一样？我在跟你讲话呢，你倒是吱个声啊！还有你建国，你是正国营厂的销售科科长，有这么大好的前途，难道你就想这么跟着何十二把人给打死，葬送了自己前途吗？华哥，要是你房子被拔了，你啥心情啊？洪国华是建国老妈的亲戚，建国老妈辈分比较高，所以和洪国华是平辈。小兔崽子，在外面别这么叫我。何家老房子本来就要塌了，倒了就倒了，村里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。你们要是打架动手，我全给你们送进去吃洋芋。正说着，外面传来了周志华的声音：“何十二，你有种的给老子出来！躲村委会算什么男人？我拿你家房子养个猪怎么了？你个小七八崽子，你凶给谁看？真以为我家没男人了？”周秀平克死了几个老公，现在就一个儿子相依为命。村委会这会有几人正在看热闹，一看母子2个这个姿态，拿人家房子养猪养鸡这事，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。洪国华见我要出门，你给我在这里别动，你别忘了打人是犯法，抓进去了你妹妹怎么办？她还只有4岁，这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。说完走了出去。洪国华出来还只是刚开口，他们就开始破口大骂。你说什么？你个老不死的，让老娘给他道歉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小七八崽子上次在田里差点把我交代在那里，现在又拿着黄瓜刀在村里到处找我，真当人善好欺负是吗？周志华扬着自己手上的刀子，杂碎，你有种的，给老子出来！你看老子不一刀子戳死你个畜生！你家房子就是我拆的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周志华说完，拿着刀子就要冲进去，好几个人过来拉住了他，一副今天非得要弄出点人命出来才能罢休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我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操你妈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装逼我给你飞起来！大家都让开，让他过来。现场一片死寂，周志华炸毛了，大吼了一声，给自己壮胆。老子要扎死你！周秀平也大骂了一声。我打死你个王八羔子！
周秀平刚冲过来，就被建国一脚给踹飞。周志华傻眼了，呆呆地站在了那里。周骚货，你知道老子想打你的梦想种子在心里已经埋藏了多久吗？我告诉你，从老子7岁那年，你打我一巴掌就开始生根发芽了。建国冲过去，对着周秀平就是一个巴掌上。周志华刚刚一副神挡杀神的气势，站在我面前就没屁声了。他的表情就像是你手机里的第3个表情包一样，扎了他要坐牢，不扎刚刚装出去的逼该怎么圆？我目光逼得望着他，扎呀，怎么不扎了？老子敞开胸怀让你扎，你倒是下刀子。何十二，你别逼人太甚！我一个巴掌抽在了他脸上。何十二，你别逼我！我又一个巴掌抽在了他脸上。我逼你什么？我辛辛苦苦养的4个老母鸡，就靠着这4个老母鸡生蛋，给我慧慧加点营养。你居然偷了我1个母鸡！你不是整天拿着把刀子到处捶逼，说自己今天弄了谁，明天又把哪个老大给砍了吗？怎么这回没种了吧？狗东西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一连串的耳光子打得周志华的脑子一片混乱。周志华终于扛不住，膝盖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你动真格啊！这话说的，围观的村民们一阵轰然大笑。以前看他拿着刀子吓唬人，没想到这孙子原来是个洋货。我一把抓着他头发，老子从来就不跟你开玩笑，拆我房子，你们娘俩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12，凡事好商量，先撒开手。你俩难道非得要在这里整死他们娘俩啊？我拖着死狗一样的周志华到了周秀平这边后，把他给丢在了周秀平的边上。我爸妈走的时候我才16岁，慧慧才几个月大。人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对母子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圈我家菜园，霸占我家果树，这我可以不跟你算。从2岁开始，这恶婆娘就拿针扎我妹妹，每一个针眼我都数了，一共43个。换你们家孩子被人这么虐待，你们会放过他吗？现在更把我家房子当成了他家的猪圈，这个世道还有王法，还有天理吗？说你们想怎么解决？我赤红的双眼望着这对母子，两人真被打怕了。洪国华一看两人不说话，赶紧开口。你俩倒是表个态呀！拆了人家房子，总归要给个交代吧？上集说到，寡妇周秀平拆我老房子养猪，被我们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村长洪国华看我们2个打不动了，赶紧出来解围。你拆了人家房子，总归要给个交代。周秀平浑身冒冷汗，约我可以赔1只鸡给他们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心存侥幸？我对着建国大手一挥，建国，走，把他家房子拆了。周秀平听到傻眼了，从地上连滚带爬的走过来，拖着我求饶。你不能拆我房子，你拆了我们以后住哪里呀？那你特么想过我们兄妹俩住哪里吗？我一把甩开了他，洪国华赶紧过来劝阻。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强呢？让他赔钱给你，我组织咱们村里重新给你盖起来，怎么样？对呀，是啊，让他们出钱把房子重新盖起来，给你升级成土砖的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口，周秀平赶紧表态：给钱，我给钱，盖房子的钱我都给，但能不能不拆我房子？我绝牛的劲上来了，就是不干。这时候王小玉牵着姚慧赶了过来。12，我有个想法，要么让他赔钱，要么我们把他家的猪宰了。要是把他家房子拆了，这臭女人肯定也会破罐子破摔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货。你的事业才刚刚规划好，要是缠上这么一个人，他们啥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望着王小玉和姚慧，我冷静了下来。你说你怎么赔？我100块。原本想说50块的周秀平被洪国华给打断。想要盖起2间土砖房，没有100块肯定下不来。都这时候了，你竟然还想着讨价还价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12给你家拆了？周秀平连忙点头表示认同。我不想在王小玉和妹妹面前发火，冷漠地回了句：你现在就去把钱拿过来，还有马上给我把你养的猪给我弄走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回家去拿钱。母子俩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。10分钟后，周秀平把100块钱交到了我的手里，我转手就把这钱交到洪国华手里。感谢村里这几年来不去我家收公粮，如果没有话术你心善，我们兄妹俩可能活不下来。这是实话，村里公粮是有任务的，但是我的承包田产量一直很低，是洪国华一直都在想办法帮我拖着。洪国华想要拒绝。你这孩子，这是给你盖房子的钱，你要是用来给村里还债了，你们兄妹2个以后住哪里？华叔好人有好报，谢谢你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行了，老表哥，咱2哥现在不缺你这几个钱，人家县城里买了几百平米的大仓库，咱们准备搞把大的，多余的钱您自个去买瓶2锅头将就着，赶明我们兄弟俩发达了，带你去县里的发廊。你个小王八羔子，你还没事往发廊里钻呢？你爸妈知道吗？我就去剪个头发还不行吗？老古董。回到工厂后，王建国一脸兴奋。2哥，我找李狗蛋讲了咱俩在干的事情，没想到我那个顽固老丈人居然开窍了，接纳了我的建议。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在我老丈人面前吹一顿牛逼，把他给搞定，咱们兄弟俩就真正的振翅高飞了。
我并没有感到惊讶。这段时间，龙腾县上头一直在开会学习，新来的县长拍着桌子，要全面响应国家的号召，拖垮县里财政的国营厂，必须要改制承包下去。龙平镇国营厂被划入到了承包的名单当中。第二天，李狗蛋迫不及待地跑去仓库里一看，愣住了，因为工厂的库存已经被清理掉了一半。然后马上把厂财务王小玉叫过来询问，发现这段时间工厂里竟然进账了好几千块。没表态，又跑到了厂房里。技术科科长季伯长无比兴奋，拿着一双他们刚刚搞出来的新款皮鞋。厂长，你看，如果这款鞋子给12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卖爆？新鞋，太漂亮了！哎呦，难搞，新鞋啊！李狗蛋拿着左看右看，觉得有些熟悉。你们这是哪里搞来的款式？这是大明星去年开演唱会时穿的同款皮鞋，咱们鞋子卖不动，不是质量问题，是款式问题。李狗蛋眉头紧锁，依然没有表态。厂长，技术科这边的人意思是要赶紧生产，这就需要从工厂财务支出一笔费用去打量。我现在要不要去批款？李狗蛋想了想，暂时不要动，厂里还欠着工人这么多工资，就这么多钱，要是一头砸下去打了水漂，工人们知道了肯定会闹事。我听建国说，那个叫何12现在就住在你工厂的宿舍里呢。是的，他们现在在开会呢。要不厂长，我们现在过去听听。李狗蛋点了点头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卖掉了几百双鞋子的事情，李狗蛋已经知道了，但也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了。刚走到门口，他就听到了我在里面侃侃而谈。鞋服未来市场绝对会有大批量的存货会被放出来，企业改革背景下，国营厂里积压的大量存货，这么大批量的存货一下子倾泻到市场当中，那就是价格战，毫无利润可图。那二哥，我们怎么应对？款式，唯有款式才能够从中脱颖而出。王小玉想要推开门，但被李狗蛋给打住了。你给我搬条凳子上来，我来听听这个能人有什么高见。好的，厂长，你等会。李狗蛋还真在外面坐着听了起来。刚开始有些本能的排斥，可听着听着，他入迷了。我所讲的每句话都是痛点，工厂翻身不是没有可能的。1个小时后，李狗蛋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或许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。小玉，你去批款吧，你们放开膀子去做，工厂交给你们了。说了这话后，李狗蛋就走了。王小玉背后喊了几声也没有回应。王建国贼溜溜地走了出来。小玉姐，咱们开会呢，你瞎叫那老顽固名字干嘛？老子尿都差点喷了出来。厂长刚刚是来了这里，他在外面听了有1个多小时呢。卧槽，你别吓我。你别紧张，厂长好像已经认可你们了，刚还跟我说让我去把打样的款子给批了。真的同意了，二哥成了，这是特么真成了，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。上集说到，老厂长李狗蛋同意批款生产我们研发的新款皮鞋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李狗蛋竟然辞职了，并且推举了建国为新厂长。工厂这边没有问题了，我马不停蹄赶到了县城。供销社办公室里，刘华强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，一阵赞叹：你们鞋厂还真有点本事，这么快就搞出新款了，什么时候能够拿过来卖？咱们先别着急卖东西，首先应该要干的事情是团队培训，还有这供销社得改变。咱里面的柜台不都是现成的吗？我都按照你要求来做了，还有要改的吗？其实刘华强是抠，他不想出这个钱。供销社的承包合同他已经签下来了，上面也不会给他批款了，只能靠他自己。他只想快点开业，然后盈利。第一，让白开水培训这些售货员的销售技巧，这家伙是销售怪才，有经验。第二，柜台有一套详细摆放规则，卖鞋子的地方和卖衣服的地方区分，这样能给顾客提供较好的购物体验。第三，门口的那个台阶用推土机给推了，一个卖东西的地方，别搞得跟县太爷的衙门一样。第四，既然已经承包了供销社，要改名为多克多生厂。第五，承包1个月部分报纸，上面印上多克多鞋服批发市场盛大开业，地址原供销社。最后我又讲了要成立新型销售公司的想法。这时候龙鹏县还没有真正开放民营企业注册，需要挂靠国营单位，供销社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挂靠地方。刘华强这点也没有意见，不过他吞了吞口水。12，你这条条框框的我都很认可，可钱呢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这点我一路上已经给你核算过一遍了，估计要上万元。刘华强感觉脑门子有热血要飙出来。1万块钱，这是个万元户啊！我哪里弄这么多钱去？我听说刘主任在城里有3套房子，可以卖掉1套，凑一凑没有问题的。那怎么能行？那是给我2个儿子留的，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底呀！怎么像上了贼船？这小子贼精贼精的，连我家产多少都打听清楚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刘主任，你知道我在供销社门口卖了5天鞋赚了多少钱吗？2000块！别搁我这吹牛，你那是胆子大。你看看现在，外边已经成了那些倒爷的天下了，你还能赚那么多钱吗？确实有些蹊跷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按照我的来做，
咱们多克多商场就是全县乃至全市第一家鞋服专业综合商场，那时候做的就是全市的生意。你刘主任到时候日进斗金，信不信到时候你一个月赚一套房子都有可能。刘华强点了根烟，很是苦恼。主任，咱俩好像都没有退路了。你放屁！是我刘华强没有退路，我现在算是搞明白了，你就是在玩空手道，拿我的钱搞推广，自己独占了供销社最好的大门口柜台，而你的产品也不是你生产的，你就是个黑中介呀！刘华强带了一丝怒气，我叹了口气，感到可惜。看来我找错人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吧。说着走向了门口，刘华强也是急了。你小子难道就想这么撂摊子不干了吗？县里的承包合同我都已经签下来了，你这么跑了合适吗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刘主任舍不得投钱，你一下子让我掏这么多钱出来，而你是怂恿者，一分都不愿意掏，我发泄几句还不行吗？你给我过来，我们再好好的谈下后面的事情。于是我们又开始计划。半个月后，员工销售的招牌换上了多克多鞋服批发市场几个大字，对面不远处的一个大仓库也挂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新兴销售公司。报纸发往各个家里，仅仅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多克多商场门口就不停有人来询问具体的开业时间。第二天，我又去租了台货车，把广告挂在了厢式货车上，下了个大喇叭，让他开着车子在县城里转个10天半个月。广告的措施下来后，那就是商场货物品牌的问题。工厂资源这块，刘华强也在紧锣密鼓的一家家的联系。6月9号，建国从工厂里拉了2大车货过来，这也是国营皮鞋厂的所有家当，卖不完，工厂只能宣布倒闭了。建国和我下起了酒，就在这时，外面冲进来了一个男人，黑着脸。何时儿，你还真在这里啊？姚慧呢？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果然，前世的各路牛鬼蛇神一个个有序的找上门了。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那你爸欠我的钱怎么说？这男人正是我的舅舅周卫国，在隔壁镇一个制衣厂里做办公室主任，外公是那个制衣厂的厂长。因为外婆在世时给了妈妈一个手镯子，周卫国知道后没少上门来闹。父母消失后，周卫国更是上门来翻箱倒柜，几次没找到，就逼着才16岁的我签下了一张100元巨债的欠条。我知道你搞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，我现在日子不好过，厂里发不出工资，你表妹他们还要上学，赶紧的，弄完了我还要去办事。周卫国一心只想要钱，没有丝毫的亲情可言。抱歉，这笔无头账我不会认。首先我不知道那镯子到底存在不存在，就算存在，那也是我外婆给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要回去。我就知道你会赖账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叔，咱有话好好说。二哥是赚了点钱，但你看咱们这刚开的公司，到处都要花销，你担待点。就你们这样还开公司？你这公司如果能赚到钱，我马上带着你外公上你家赔罪。不管你什么公司的老板，今天你必须要把钱给我还了。如果我不给呢？我抽死你个王八犊子！你吃了豹子胆了，在长辈面前这么讲话。周卫国抬手就抽过来，我一把给抓住了手臂，死死盯着他。嘿，你个小畜生，你转了几个子就眼里没人了，果然和你爸一样，是个养不亲的黄眼畜生。周卫国话音刚落，忍无可忍的我直接把他给推倒在地，然后走过来掐住了他衣领。你个好吃懒做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爸？我爸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人，而你呢？你个吃软饭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最后警告你一遍，我不是个没有脾气的人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周家，谁还敢来找我兄妹俩的事情，我他妈不会再顾任何亲情，马上给我滚！周卫国脑袋一片空白，这还是我那个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外甥吗？白开水拿着鱼骨刀走了过来，周卫国眼看不对劲。记住，你今天给我动手的事情，要不是我着急办事的话，我会替你爸妈好好教育你。说完赶紧往门外跑，周卫国跑出来就打电话给家里，把这事和他爸说了。一听外孙打舅舅，气得电话里大发雷霆。气归气，办事要紧。这小兔崽子的事情你先丢边上，先把多克多商场里的事情办好。刘华强总算是脑袋开窍了，整个县里都在议论。我估摸着开业那天他们门槛都要被踩破，我们厂里的货必须要进去。这是我给你下的军令状。乔氏，我和刘华强有关系，我刚到就给了他电话，这是我明天过去就可以直接签合同。好，那这事交给你了。刚你说啥来着？贺家的那小子开了个公司，门口一块牌子写上几个字就叫开公司了。我赔，谁给他的脸？这小子没读过书，就一农民，不懂法，估计手续都没有一个。等忙完了，这事我就给他举报了。我那个女儿算是白养了，赔钱货。当年为了一个农民，他竟然骂我。父子俩在电话里各种骂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周卫国一大早的就到了多克多鞋服商场，这里已经人山人海，挤满了各大国营厂的厂家代表，大家伙围在刘华强的办公室门口。我说你们刘主任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到底是不是来签合同的？把我们晾在这里还谈不谈呢？就是以前你们供销社的大门难进，原本以为改制了会好了，结果你们还是和以前一样。
这种抱怨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一个售货员受不了了，脸一横：逼逼啥你们？签合同的事我们主人说了不算，要等做主的人过来。你们有谁要是等不了的，现在就可以出去。我们现在不缺的就是供应商。售货员一开口，人群中的各种抱怨声马上消失。周卫国扭头看到我，眉头紧皱：你来这做什么？你拿过家的工资，难不成还想和供销社做生意？我来这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什么语气？有没有点做晚辈的样子？吆喝，中等，又见面了。周卫国看了下周围的人，冷静了下来。等我办完事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向了那边的售货员，舔着笑说：同志，我是你们刘主任的朋友，麻烦让我过去一下。售货员皱眉望着他：哪门子的朋友啊？这是我的介绍信，你看一下。售货员看了后，想起了主任好像是交代过，于是准备放人。这时白开水的声音响起：当着我的面走后门，当我白经理不存在了是吗？售货员反应速度很快，马上一溜烟地跑到了白开水的面前，齐声高喊：白经理好！这些售货员整齐如空姐的笑容，让所有人惊讶无比。我望着白开水叹了口气，默默地走进了主任室。小侯，这人想干嘛来着？报告总经理，那个人有介绍信，是主任的朋友。那也不行，让他滚蛋！小红从列队中踏出，声音嘹亮：姓周的你好，我们白经理让你滚蛋。周卫国脑子嗡嗡响，这小子怎么成了这里的经理了？如果他是经理，那何12呢？兄弟，让你滚蛋呢，他还像个呆逼似的。滚滚滚，别挡道！诸多嘲笑的声音入耳，周卫国气得直打哆嗦，指着白开水：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出去给刘主任打电话。说完气呼呼地离开了。办公室里，我和刘华强整理出来了一个名单，一共8个服装品牌，5个鞋类品牌。不过刘华强还是破了个规矩，说他一个亲戚找到了他，一定要把货塞进来，他放不下这个面子，我也就同意了。走到了自己柜台的位置，成熊牌皮鞋的招牌已经挂上了，正对着大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：兄弟，咱们终于要大干一场了！造他的玩呀！多克多鞋服商场，成熊牌皮鞋一件也按发价，全场6折起。广告炸了10几天，终于到了6月15日，这是我们开业的日子。早上6点多钟，商场门口就围了数百个人，商场里面已经全部准备就绪。白开水对着所有售货员大喊：何老板讲了，只要你们带着客户过来买了鞋子，2毛钱一双的提成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卖衣服有提成，卖我们鞋子一样有提成。有没有信心给我把成熊牌皮鞋的销量干起来？有。打完鸡血后，白开水回到了柜台：二哥、建国哥都准备好了。将近1个月的努力，就看今天了。开业，大门一开，外面的人一股脑冲了进来，一边冲一边大喊：成熊牌皮鞋在哪里？打6折的那个牌子。大妈，成熊牌皮鞋在这边，今天不但全场打6折，而且我们还会有礼品抽取。看到那边的家具了吗？今天我们要送出去。你这小伙子废话真多，不用你解释，你就跟我讲这款鞋子卖多少钱。正宗牛皮，原价15块，折后9块一双，另外送您抽奖券。哼，给我包起来，快点，我还要去看看衣服。就这样，成熊牌皮鞋的展位上围满了人，别的展位上人也不少。洗脑式的广告打了几天，成熊牌皮鞋已经深入人心。中午，刘华强夹着包凑了过来：12，你这卖了多少双了？刚接了几个批发单，已经走了2000双了。2000？喂，晚点再说，正忙着呢。刘华强又走到另外一个摊位：小景，你负责的这展位卖了多少衣服了？小景很是兴奋。卖了50件了，主任，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，1件2毛提成，你1分都不能少我的。好的。刘华强一路问过来，问得他整个人都傻了。回了办公室后，开业4个小时，我赚了1300，这么大的投机倒把涉案金额，我要进去多久啊？上头不会处理我吧？刘主任毕竟是体制内的人，忽然转变身份，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1上午的时间，档口卖了足4000多双鞋子，当中有一小部分是从别的品牌拿过来的。下午商场里很多展位货都卖空了，王小玉过来帮忙对账，她紧盯着账本。个10百千万12，你这没记错吧？王小玉非常震惊，因为上面卖掉的一共计了4200双鞋子，实际收了3万多块钱，除掉其他供应商调过来的皮鞋，有16000块钱，剩下的都是今天的毛利，总共有2万元，也就是说一天挣2个 W。实在太忙了，小玉你先帮忙核对一下，顺便帮我把项目整理清楚，我们都不太懂财务的事。好的呢。一直到下午4点多，鞋子全卖完了，仓库里还剩下几百双。白开水原本要拉过来的，被我给阻止了，因为工厂那边的货最早也要明天下午才能到县城。如果今天卖完了，明天上午档口里就1双鞋子都没有了。下班前我把售货员的提成给结算了。今天的销冠是周秀兰，接了好几个批发单，批发单的利润薄些，今天的提成是67块钱，这是他以前2个月的工资。其他售货员提成拿的最少的也拿了10几块，我站在前面给他们画饼。
这点钱不算什么，只要你们跟我一起干下去，未来我让你们1年在县城里买一套房。更有可能的是，我说的是可能，以后置办彩电、冰箱、小汽车都不是梦。程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能让我见到钱的就是好老板，能改善我生活的老板就值得永远跟下去。程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口号声音很大，一个青年奇怪地看向了这边，愣了下，走了过来。小玉，你什么时候进城了？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我好骑摩托车去接你。王小玉看到这青年后，脸色有些不太好。青年叫王小刚，就是小玉的娃娃亲。王小刚看王小玉不讲话，装作一副很是关心的样子。今天不早了，应该没法回龙平镇了吧？上我家去，你天天在念叨着你，顺便晚上我再带你去看电影。小玉有些尴尬，想了想，谢谢你李哥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安排？你住哪楼去？别任性，去我家。本来我是想下去你们龙鹏县去找你的，但你知道我们单位很忙，就耽误了。真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王小刚愣了下，在他的眼里，王小玉就是他媳妇，这是逃不掉的事实，就差去领证结婚了。他哪里知道，每次王小玉看到他都特别的恶心。我抓着一个麻袋走了出来。晚上想吃啥？有肉就好。王小刚眉头紧锁地盯着我。你是龙武村那个农民？一声农民，听得所有人心里都有些不爽。周秀兰脾气最大。我说你个小伙子怎么说话的？农民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种粮食，没农民种粮食你吃啥？王小刚有些尴尬。别误会，我没有看不起的意思，兄弟，我家小玉有时候会有些小任性，你没种田来这柜台上班，以后工作上多多担待下我家小玉，感谢感谢。王小玉不耐烦了，你别管我的事情好吗？王小刚一阵尴尬。你看吧，又任性了。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没去找你，惹你生气了。这样，你叫上你这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我请客。兄弟，担待点，他就这脾气。我勒个去，兄弟，人家摆明了不喜欢你，你还缠着人家干嘛？你一大男人，能不能要点脸？我们缺你这顿饭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小刚觉得有些不对劲，看了下王小玉。抱歉，我们已经下班了。说完，我们陆陆续续的走出了大门。王小刚的心情沉到了谷底。雪花飘飘，雷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刘华强对了下账，今天进账了5、6千块钱，太多钱了。他怕不符合规矩，于是跑上级单位去汇报了情况。结果人家以为是来嘲讽的，还挨骂了，跑到我这里来了。说正事，县里现在什么态度？他们说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让我拿着钱滚蛋，把我给轰走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老子年轻的时候是龙鹏县割资本毒瘤尾巴的第一刽子手，现在好了，反而我成了资本家。那赚钱的滋味得进步？当然得进。我看你活该挨吗？真他娘的虚伪！上级说到开业第一天，我就赚到了2万块，成了80年代稀缺的万元户。刘华强也接受了自己日赚5、6千成为资本家的事实。第二天，商场依旧热闹非凡，但边上的倒爷们彻底凉了，冷冷清清，无人游荡。商场一侧停着4、5台厢式货车，上面挂着商场的广告，这些全是开窍后的刘华强安排的。程雄皮鞋的柜台里依然火热异常。我一出现，白开水就赶紧凑了过来。二哥，赶紧去别的柜台调货，咱们这顶不了多久了。卖这么快？对，早上来了个外地批发商，一次性提走400多双，建国哥早上就赶回去了，新一批货也只有200多双，咱们得想个办法了。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，原本以为一天5、600双已经是极限，不料昨天就干了4000多双。龙平镇国营皮鞋厂一共才50多个人，生产力远跟不上市场消化速度。从这一刻开始，除了零售外，其余货都不要发出去了，告诉过来批货的人付全款，1个月交货。我们要给厂里反映时间，不然工厂生产会乱。这行吗？哪有付款后1个月交货的？按我说的去做，咱们也只能这么干才有生意做，不然没货怎么办？柜台关门吗？白开水想了想，好像也只能这么干，然后马上通知了柜台售货员。果然没过一会，就有好几个外地来的批发商扭头就走，柜台生意一下冷清了。售货员一阵泄气，我笑了笑。你们要明白什么是卖方市场，卖方市场是我们说了算。现在我们的明星同款皮鞋是卖的不错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鞋服不是高科行业，没有核心技术，人家看你卖得好，买回去卷尺一打，不出几天时间就可以给你搞出一模一样的。到那时候你就得赶紧撤柜换新款，而1个月的订单时间可以给工厂市场反映时间。我一点点的解释着，售货员慢慢的也理解了这种模式。下午的时候，这些流失的客户又全回来了，因为明星同款皮鞋市场就我们一家有，他们根本没得选，没有了库存不足的困扰。一下午的时间又卖了和昨天相当的量。准备下班时，刘华强神色凝重的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一番讲述后，我眉头紧锁。刘主任，咱们这开业才2天时间，你就打着要过河拆桥的主意了，有点不太好吧？刘华强赶紧道。我这人虽然糊涂，还不至于蠢。你小子把话讲得这么难听干嘛？我这不是来寻求你意见的吗？
我冷笑了下。行，要意见是吧？我不同意他们进来，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底子，我们按合同说话。我和12说不能进来，谁也别想进这个商场。说完，恼火的走出了办公室。刘华强着急了，刚要追出去解释，但电话机响了。王老板，别讲了，我说了不算。你要有问题，就去找成熊皮鞋的何12。我是这个商场的承包人，这商场是这小子运作起来的，没他就没有商场，就这样。说完，啪的挂了电话，急急忙忙的来到柜台，赶紧问道：12他人呢？白开水似乎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事，没好脾气。刘主任，昨天我还请你去了发廊剪头发，今天你就想背后摆我们刀子了？滚蛋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回去跟12讲，他不让进来的。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给他挡住。回来后，我把这事说了出来。今天有人来找了刘华强，愿意花5万进场费拿下我们这个柜台，如果不给也没有关系，把边上的柜台撤空给他也行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来自于龙皮，对方叫王腾志，而龙皮是华夏第一块市场经济萌芽地，最开始是从鞋服市场起家，到了现在那边已经成了整个华夏鞋服第一制造基地。白开水愣住了，他知道倒爷街的鞋子全是从龙皮进过来的。沉默半天后开口：那2个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估计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明星皮鞋给搞出来了。他们想进商场不可能，我估计一旦他们进不了商场，那肯定会在我们商场对面开店。这么一来的话，他们最少需要1-2个月的时间才能落地一个门店，我们还有反应的时间，别慌，咱们不差他们。好的，2哥。1天后，王腾志提了10万现金过来，直接把10万现金往柜台上摆，引起了整个商场的轰动。不一会就有很多人围了过来。何总，你看，咱们能聊聊吗？你把钱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只要何总点头，这钱你就可以拿走。现场一片哗然，10万现金可是等于10套房子，各种眼红议论了起来。我非常轻蔑地瞥了一眼柜台上的钱，收起来吧，我对你的钱没有兴趣。王腾志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结果，又从皮包里拿出来了一摞钱，拍在了柜台上。这里有11万，我刚出差回来，公司里就只有这点现金，只要你和老板让出这个摊位，我愿意加到20万，其余9万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。我笑了笑，你就是给我50万、100万，我也不会让出这个柜台，也不会允许你进来这个商场，请你把钱拿走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，要是钱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和12概不负责。王腾志脸上虚伪的笑容把持不住了。何老板那么自信，这柜台能给你带来超100万的利润？我没想过挣多少钱，只是王总在市场的凶狠我略有耳闻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好走不送。人群中有人开始忍不住了，这小伙子脑子被驴踢了吧？20万啊，我们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，他一个柜台能赚这么多钱吗？就是，怎么这年头还有和钱过不去的？一群人各种指指点点，王腾志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，望着我冷哼了声。我王腾志来龙鹏县有5-6年的时间了，踩下去很多同行，你不要以为今天靠着这个柜台能赚几个钱，明天后天依然还可以靠着这个柜台继续赚下去。王老板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威胁你谈不上，只是觉得你有些给脸不上脸。王腾志一个手下把话接了过去，这话马上引到了柜台的售货员，全放下了手里的活。白开水手里拿着一个高跟鞋，指着那个手下：你把刚刚的话给我复述一遍，让你瞅瞅成熊高跟鞋的质量如何？王老板，你就这么放纵？你的狗在外面乱咬人，就不怕我关门打狗吗？续接上集，王腾志势必要我让出柜台，被我拒绝后，恼羞成怒，开口道：咱们走着瞧，我在龙鹏县踩下去无数竞争对手，不差你一个。4个月之内，如果在龙鹏县还能看到王老板的皮鞋在卖，我和12的名字到这写。好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！说完，王腾志带着他的手下走了。白开水他们有些不太理解。2哥，20万，这可是天文数字，你竟然正眼都没给一个。我们一天进账大几千，那20万算个屁！成熊皮鞋说白了就是个皮包公司，我们是可以直接拿了那20万走人，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故伎重演。可是如果我把柜台卖了，这些员工怎么办？工厂怎么办？这话其他的售货员都听到了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周秀兰有些担心，王腾志这个人我熟悉，他花了几年时间才把龙鹏市场几乎垄断。何老板，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，你要多注意。我笑了笑，就没有1分钱是容易赚的。好了，姑娘们，过来领钱了。这一天的营收差了很多，毕竟已经过了开业的那个热度，其中80%都是卖的合同。我需要尽快和建国商量好产能的问题，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工厂。由于订单量忽然加大，工厂里的工人远远不够用。建国大手一挥，连做饭的阿姨都跑过来踩缝纫机了。这时候的建国黑眼圈很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缝纫机，已经陷入了魔怔。我把他抓到了办公室，建国抱怨着说：有事快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你跟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可能一个鞋面就缝好了。你们这几天都这么加班的吗？那不然呢？你们太狠了，一天特么卖几千双鞋子，总要搞出来吧。建国情绪激动，第一次因为厂里生意太好而发愁。脑袋先给我冷静点，一个厂长都跑过来缝鞋面了，那这场还不得乱套？
就算你们这些人把缝纫机踩得冒烟，也完成不了我们的订单。赶紧改变模式。建国一想，好像也是。那二哥，你给我指点指点，老子真快疯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我这情况也有点不太好，被龙鹏县的龙体老给盯上了，我们需要换策略。你先看看这些。说完，我拿出一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碎纸片，建国看得眼睛都直了。咱们继续搞明星脚上穿的皮鞋吗？我把这鞋子照片在桌子上摊开。那是第一桶金，挖到了咱们就要撤，不能继续搞下去。那我们准备搞这个款式的吗？建国奇怪地看着这些照片，我点了点头。第一，咱们皮鞋质量好，老黄狗的牙齿都能磕掉。鞋子质量太好，他们就不会再买纯熊牌皮鞋。第二，穿皮鞋的人都上了年纪，这类消费者比年轻人省吃俭用，一双皮鞋坏了会不停的修补补，可以穿很久。规避这类的唯一办法就是搞运动鞋，定位时尚的年轻人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现在龙鹏县包括100公里外的龙体人，全在集中搞皮鞋。建国听得一知半解。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咱们是要转型，但产能呢？第一，赶紧去招人。第二，县里不是还有好几个有规模的国营厂处于倒闭状态吗？你去找人家一家一家的谈，让我们给他们拉过去，他们帮我们代加工，做出一双达标的成品鞋，我们给5毛钱的加工费。加工费我和你们工厂平摊，而你们厂里全面开始搞运动鞋。2个月后，我最少要有20个系列的鞋子出来。又去抄吗？那不叫抄，叫借鉴。第二天回到县城，员工校舍对面的国营商店被人承包了。白开水打听到消息后赶紧回来。二哥查出来了，承包的人就是王承志，他真要顶着我们搞了。猜到了，是货赌不过，市场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可能去阻拦人家开店。二哥说的是7月14日电影院门口，这是王小玉和我的第一次单独约会。我们进去电影院没多久，王小刚也出现了。他今天做东请单位的同事过来看电影，开场没多久，王小刚的同事从后面走过，看到我们，立刻跑去找王小刚。刚哥，我说个事情，你别激动。刚我在后面看到了嫂子窝在一个男人的怀里。王小刚回头就是一巴掌。你他妈是在侮辱我吗？我没骗你，就在后面一排，你过去看下就知道了。那男的我见过，是多克多商场里卖皮鞋的那个人。王小刚听到这里，一下慌张了起来。在哪场？带我去。王小刚过来的时候，我去买爆米花了，看见只有王小玉一人，踢了同事一脚。狗东西，你故意吓我的吧？你们走吧，我跟你们嫂子聊聊天。同事立刻离开了。王小刚坐在了王小玉的边上。王小玉一看坐下来的是王小刚，顿时觉得反胃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王小刚长叹了一口气。你以前不是说不喜欢看电影吗？怎么这回一个人偷偷来看了？小玉，我特不喜欢你这样任性的性格，你真的要改变。如果不改变，我们以后结婚了，日子怎么过下去？王小玉起身要走，被王小刚一把拉住。你看你总是这样和我说话，永远没法超过3句。你这脾气除了我谁受得了？上次在商场里，你和那个农民勾勾搭搭的，你不给我个解释就算了，你还甩脸色给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话声音很大，不少人看了过来。王小玉很是尴尬。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，不管我们爸妈怎么认为，我也不可能会和你有结果的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看看，每次你一生气，你就这样，我听到耳朵都生茧了。听歌话，呱。说着，王小刚准备过来抱王小玉，王小玉赶紧躲开。王小刚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王小玉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蹬鼻子上眼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我们就挑明了讲吧。从一开始就是你在自作多情。王小刚，我王小玉求你脑子冷静点，有点自知之明。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臭婊子，你竟然敢背着我和别的男人约会，老子今天就不信治不了你。王小玉知道王小刚性格极端且反复无常，望着后排的人求救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这是我未婚妻，我看你们谁敢插手。我一回来就看到王小刚在拉扯着小玉，拿起边上的拖把冲过去，对着王小刚的头砸了下去。王小刚痛苦地倒在地上，小玉立刻躲到我的身后。小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别着急。我愤怒地走向了王小刚，他的同事反应了过来。兄弟，别人的家事，你给我听清楚，王小玉是我对象，谁动了她就等于接了我逆鳞。他同事被吓得跑开了，我拿着拖把就往王小刚身上打，他好几次想爬起来，都被我给打倒在地上。杀猪般的惨叫之后，王小刚连滚带爬的爬了出去。我走到了小玉的边上，小玉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电影院远处围墙下，王小刚气得要爆炸了。泡我未婚妻，还追着老子打！我和王小玉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老子手都没有碰到过一次。现在好了，一个农民回去必须找他爸要个说法。王小玉的父亲是个功利心非常重的人，王小刚的父亲是他在县里的最顶头上司，儿女婚姻的事对于他而言是一场交换。第二天，建国过来了，我把通宵设计的小白鞋图纸拿了出来。建国，你看这双鞋怎么样？你觉得如果推出去有没有市场？鞋子真漂亮，有，肯定有。没有鞋带的小白鞋在80年代特别流行，而我设计的小白鞋有鞋带，这种款式放在几十年后烂大街，但放在这80年代，简直就是一记王炸，肯定会被年轻女孩所热捧。和建国商议后，决定马上投产，由隆平镇国营厂开始全面生产小白鞋。至于皮鞋，全部外包，
建国找了4、5个工厂代加工，生产力自然就跟上了。在货源充足之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全面降价。一双鞋子成本是4块5，以前零售卖9块，直接降到5块9。批发价1块钱利润就出，我要迅速积累大量的现金。到了7月22号，我账上总资金达到了57万。而王腾志的龙体鞋业商场明天就要开业了，刘华强有些着急了。这龙体老在对面跟我们对着干，12，你这有什么法子没有？有啥法子？放心吧，明天我会让他们过得很痛苦。先部署这个，刘主任有个事情我需要你帮我。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你说吧。我查了下相关政策，魔都那边已经放开民营企业政策了。我想注册第1家民营公司，只是前几天跑了一遍，相关部门把我申请单收了后，说了一句等领导回复后就没消息了。你是体制内出来的人，需要你帮我去疏通下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去找夏主任。民营企业挂靠国营单位，这种产权不清晰的模式，后续会带来很多麻烦。现在开放了民营企业注册，但必须要有50万才能注册，这就是我不惜降价快速收拢资金的原因。小白鞋要在上市之前用自己的品牌冠名，所以要快点把这个公司给注册下来。王腾志的龙体鞋业已经进入试营业阶段，对成熊皮鞋的生意影响很大，最少拉去了1半的人流量。我望着对面一阵沉默，不一会，一台桑塔纳停在门口，王腾志下车后笑哈哈地走了过来。何老板好啊，这生意下了不少啊。上次来你们柜台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人气爆棚，现在怎么惨成这样了？王总，在鞋服市场，没有谁敢说自己是常青树。不说别的，只要是卖鞋，放眼全国，还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卖得过我们龙体人。小老弟，市场比你想象的还要残酷。对了，要是你这柜台想卖的话，到时候还是可以找我，我给你2500。王老板自信可以，但不要自负，自负是会玩火自焚的。说完后，我不再搭理他，走进了商场。我要看着你倒闭关门。回了柜台后，我把所有人都叫了过来开会。各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形势有些严峻，对面好像已经要吃定我们了。周秀兰开口就骂：奶奶的，我们定什么价？他们始终比我们少2毛，而且还搞出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明星款皮鞋，他们太没有原则了。我笑着说：正常，咱们不也是仿的别人吗？我让白经理统计了下库存，仓库里还堆着4万多双明星款皮鞋，明显对面已经卖得比我们便宜了，我们还降价，只能是成本价。所以我需要和几个姐姐商量下批成的事情。几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周秀兰当即开口：何总，这都好说，我们和你共同进退。这几个月，我们谁不是赚了好几千块钱，都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了。就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不要提成，一直到打倒对面商场后再说。几个人热烈的拥护，我心里一阵感动。谢谢几个姐姐不离不弃，你们放心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何总，你打算定什么价？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最少要比对方便宜5毛，不然没气势。我笑了笑，5毛气势还差了点。既然他们也在主推明星款皮鞋，那就用这款鞋子打得他们满头是血。零售2.9块，批发价2块。那这不是在亏血本卖吗？对，就是在亏血本卖。从明天开始就打着成熊皮鞋100天庆典，全面放假。小白，晚上你等对面下班后开始布置广告物料。收到。第2天，龙体鞋业正式开业。王腾志几乎把他这些年所积累的客户全叫了过来。开业1个多小时，他们总订单数量就超过了1万，主要集中在两广经销商身上。这2人联手就拿了9000多双。就在王腾志好不乐哉的时候，马路的那边忽然传来了一个很魔性的广播声音：成熊皮鞋，成熊皮鞋，庆祝本公司成立100天，老板大吐血，明星同款皮鞋不卖9块9，只卖2块9，只卖2块9，2块9去不了新加坡，到不了加拿大，快来看一看喽！4台架着大喇叭的厢式货车停在多克多商场的大门口，喇叭正对着龙体鞋业循环播放。真牛皮，卖2块9，我在王总这里的进价就是5块，我还玩个屁啊！就是对面这个成熊皮鞋是什么来头？有几个人开始偷偷议论了起来。两广经销商盯着对方看了一眼，搞咩啊？苏总，这成熊皮鞋是何方神圣啊？苏林东想了想，黄总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？不好吧，王总这边怎么交代？交代个屁！我订了他5000双皮鞋，他1分钱没少，我的和那些拿100双的一个价。好像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们过去看看，如果合的话，这边我退了，反正没给钱的。看着2个大户走向了对面成熊皮鞋，其他人也全跟了过去。龙体鞋业的售货员傻眼了，赶紧进去向王腾志汇报：王总，对面成熊卖2块9，我们怎么玩啊？你放屁，他们成本都达到4块，怎么可能会这么便宜？上集说到王腾志鞋城开业，我突然把鞋价降到2块9一双，瞬间把他的客户全抢光了。王腾志气匆匆找了过来：刘华强，马上给我把这喇叭给撤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要看不爽，你也可以整个喇叭在你店门口叫。刘华强，你别太狂。
老子拿黄瓜刀砍人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吃奶呢！别给我在这里狗叫！这边的巡捕所所长可是我小舅子。刘华强说完进了商场，王腾志的马仔想要冲进去，被王腾志给训了回去。大傻春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刘秃子不是好惹的人，亲戚很多，特么感觉除了县长，其余人全是他亲戚，惹不得，滚回去！那2个广省的大户来到柜台前。你好，你就是这个档口的老板吗？我笑了笑，对，你好，我叫何12。何总，我刚看了下你的鞋子，质量很好。我和蘇總2個人在廣省出貨量比較大，想問下你這裏有多少貨？要是價格可以的話，我們想全部吃了。我試探性的問，有點多，你們要吃多少？蘇林東笑着說，哪怕你有10萬雙，我們也吃得下。我和黃總除了國內業務之外，在港城還有個貿易公司，專走南洋這條線，一年出貨量很大。我笑了笑，抱歉，廣省的我不賣。為什麼？看你這架勢是在清倉，這麼好的機具你都不把握。黃牛很是不解，我想了想，要不去我們公司看看，我有些別的貨可能你們會更感興趣。如果我們能夠達成合作，我想我們未來不可限量。聽我這麼一說，2人感到非常好奇，跟着我來到了星星銷售公司。進了倉庫後，2人眼睛都看直了，滿滿一大展櫃，30多個運動鞋款式，有跑步鞋、籃球鞋、網球鞋等等。黃牛滿臉笑容，真是想不到，這麼一個普通倉舍裏竟然擺放着這麼多新潮的運動鞋，若是拿到市場上肯定能夠大賣。這就是我清倉庫的目的，準備轉型了。2位老闆，你們是這個行業有成就的人，有自己獨特的眼光。如果這些鞋子給你們拿到廣場去，你們能把銷量打開嗎？當然，你打算怎麼合作法？我只招一個省級代理，而且還是有條件的。如果2位能夠把我鞋子廣告弄進廣省全運會，我可以把省級代理給你們啊。2人沉默了。全運會確實是一次很不錯的推廣機會，但看我這規模，不相信我有這實力。黃牛笑哈哈地說，何總真有宏圖大志，開口就要打進全運會。你可知道進全運會需要多少錢嗎？蘇林東接着說，先不說工廠資質審核問題，就我們據了解的，一個最差的廣告位就是10萬起。那最貴的需要多少錢呢？小伙子，別玩太過火了，一個稍微好點的也要30萬起。 2人已經有了要離開的想法，他們已經對我下了定論，強行解釋下去只會讓人更加的反感。那2位，要不別着急離開龍鵬縣，多去了解下我們新興公司，也多觀察下我們公司後面的一些動作，搞不好你們會對我們有些改觀。可以，我們也沒有別的事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會在龍鵬縣。後面幾天時間，黃牛和蘇林東一直在觀察我的櫃台，越觀察越感覺到心驚。倉庫裡有幾萬雙皮鞋，偏偏就是每天只放2000雙出來，外地來的客戶都不去別處進貨，天天排隊在門口搶限量的2000雙。在這過程當中積累下來了龐大的客戶群體。幾天後，劉華強把我叫到了辦公室，面色擔憂地拿出來了一沓檢舉信。這是監管部門今天轉達到我這裡來的，全是投訴稱熊鞋櫃擾亂市場。你的活動到底什麼時候搞完？你搞得其他門店無生意可做，狗急了可都是會咬人的。更何況你還搶了人家的飯碗，尤其是王騰志，組織了很多商戶每天向監管部門寫信。不着急，你再幫我撐段時間就好了。不過監管部門那邊對我沒啥意見吧？你覺得呢？要不是那邊領導是我大舅子，你覺得我頂得住嗎？但有人把舉報信寫到縣長那裡去了，我沒轍。縣長是外地調過來的，我把我家網上30代的族譜都翻了，真扯不上親戚關係。你這是得罪哪一路神仙了？人家都直接在縣長面前直接建議抓你判死刑了。說着又翻出來一封信，我打開後看到最底下的名字，我坐不住了。虎毒還不食子，說到底老子還是你親外孫，你就這麼盼着我死？這個人你認識？認識，88鎮國營皮鞋廠的廠長周建華，我親外公。這老登夠陰毒啊，自己親外孫都能下手。我冷靜了下來，想了想，劉主任，你幫我約下縣長，我想和他聊聊。你當縣長是我家傭人啊，隨便就能約到。你就幫忙牽了線，我們必須要從源頭解決問題。如果縣長認可我了，你覺得龍鵬縣還有人敢在我背後使妖嗎？你找下你小舅子，是應該不難。劉華強想了想，好像是這麼個理。成，我想想辦法。你怎麼知道我還有個小舅子在縣長辦公室？懵的。反正江河縣到處都是你小舅子。幾天後，劉華強的小舅子真約到了縣長。我和劉華強來到縣長辦公室，這時候辦公室的人有點多，吵吵鬧鬧，全是些國營廠過來要財政補貼的。劉華強一陣感慨：以前我也和他們一樣，天天在縣裡吵。我點了點頭，沒講話，仔細地打量着縣長尹長江，身上帶着一股正氣，但也非常的疲憊。顯然應付這些事情已經焦頭爛額，看這些人嘴巴說個不停，尹長江有些脾氣上頭了。你們既不想走人，又不想承包，還想着鐵飯碗，可能嗎？這已經不是大鍋飯的時代，你們給我斷了這個心思。上級說道，親外公寫信給縣長舉報我，只因他看不慣我皮鞋賣得便宜賣得好。我讓劉華強幫忙約見縣長。今天我們來到了縣長的辦公室，人有點多，全是些國營廠過來要補貼的。人群中有人說道，
尹县长，我们知道咱们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，但市场经济哪有这么好搞啊？难搞！你们看看那边的刘主任，你们总该认识他吧？供销社不就被他们搞得风风火火吗？而你们的……人群看向了刘华强，全都说不出话来了。一句话，要么就承包，要么就让位。你们回去好好领会上头传达的精神。县长说完，这些人全都垂头丧气的离开了。刘主任，让你们久等了，你们有什么事麻烦尽快讲。2点钟我还有个会议要去参加。现在已经是1点52分了，只有8分钟的时间，根本讲不了我想讲的事情。我直接拿出来了一份申请材料。尹县长，这事可能还需要您开口才行。我咨询了相关部门，谁都不敢签这个字。尹长江拿材料看了起来，越看神色越严肃。你可知道注册公司的现金要求是什么吗？我又拿出了一张存款证明。我知道需要50万，这点我们新型公司已经达到要求了。星星，你们就是最近2块9卖着牛皮鞋的那家公司吗？是的，尹县长。尹长江蹬了蹬脚上的鞋子。你们鞋子穿着挺舒服，我秘书看便宜也去帮我抢了2双，没想到质量会这么好。至于注册公司的事情，上面是有文件下来，个人可以注册公司。你先跟我讲讲，你是怎么规划这家个人企业的？我先是从鞋子入局，后续的设想是做个全系体育品牌，会有服装、体育用品等等。尹长江听得很是入神，我成功把他拖住了。1个小时过去后，尹长江对着边上的青年说：“王秘书，你给陈局长那边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。”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王秘书离开后，我问了句：“领导，你这每天都这么忙吗？”尹长江颇为头疼。我办公室门口现在已经成菜市场了，一天最少要见10几个人，全是关于企业改制的。国营厂的职工谁都不想丢了铁饭碗，都是过来说情的。12，你是年轻人，脑子也灵活，你来跟我讲讲现在龙鹏县的国营厂改革应该怎么推行下去啊？一旁的刘华强心里惊了，县长居然会特意避开了所有事，听一个20多岁的青年意见。我笑着说：“说到底还是一个赚钱不赚钱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县里需要有一个标杆出来，让这些国营厂的厂长都知道，承包是可以赚大钱的。”树标杆3个字，让尹长江有了醍醐灌顶之感，愈发想听下去。我继续讲了起来。树标杆是第1步，第2步是让这些工厂真的能赚到钱。那县里就要有打造核心产业的意识与大局观。比如说龙鹏县，因为距离龙体仅100里路的原因，所以鞋服加工厂有很多，完全可以把这块核心产业做起来。核心产业有了，那就不会缺过来批货的经销商户。只要有人来下订单，那这些工厂还会要倒闭吗？原本只有8分钟的我，在县长办公室里足足待了2个小时。尹长江被说动了，当场说明天就去多克多商场全面考察。那张申请表尹长江留下了，我知道能不能批就看明天的表现了。所以回来后，我马上让柜台的人做准备工作。第2天，外公周建华满怀期望到了多克多商场，结果一看我的柜台不但没有被封，而且还非常火爆，气得直冒青烟。龙鹏县做皮鞋的同行个个叫苦连天，尹长江是眼睛瞎了吗？这种行为还不抓起来判刑？周建华拿了一条凳子坐在了柜台中间，给我把你们老板叫过来。杨金花非常礼貌地讲：“老人家，你要些什么款式？我来帮你介绍。”我说让你把何12这臭小子给我叫过来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杨金花脾气也上头了。我说你这老头，大早上的跑柜台骂我们老板干嘛？不是过来进货的就请你离开。骂他怎么了？他何12再大的老板，那也是我的种。杨金花很快反应了过来，试探地问了句：“你是冯总的外公？”知道我是谁了，还不让他马上滚过来？售货员听得有些恼火，但毕竟是老板的外公，所以都没有讲话。我得知周建华过来找事后，立马赶了过来，看到他那副臭脸如同前世一样，令我无比恶心。我看了看柜台有这么多经销商在，忍住心头之火，开口道：“有事就说，没事就麻烦你走人，我还要做生意。”你也配说做生意几个字？你把你鞋子卖这么便宜，想过同行的感受吗？马上给我把你的鞋子撤了，然后跟我去投机倒把办自首。我周建华丢不起这个人。一听到说撤柜，经销商全都看了过来。请你马上离开，别在我柜台搞事。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你敢对我这么讲话？老当，你有脸在我面前提尊长2个字？我从小到大在你眼里不一直是野种吗？你不是到处说迟早哪天要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，让我一家死无葬身之地吗？这话听得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本以为周建华会没脸，结果还理直气壮的：“你妈的命是我给的，没有我就没有你们，我想收了你们的命就收了。怎么，你这是想要反抗吗？”你要点脸吗？老逼当，你最好别在我背后搞那些恬不知耻的小把戏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让你那个废物儿子别再来搞事，再来我腿给他卸了，马上从我档口滚出去。周建华要气炸了，边上的经销商也看他不顺眼。老头，有你这么见不得自己外孙好的人吗？人家鞋子卖便宜关你屁事啊！赶紧滚蛋！对，有本事你们鞋子也这么定呀！一时间10几个经销商全开口。周建华知道还待在这里只会被继续围攻。我就不信龙鹏县没有人治得了你这黄眼畜生！你给我等着！
说完后，周建华就往门外走。我冷静下来，对白开水说：“县长马上要来了，这回不能出一点差错。不知道周建华还有什么招，你待会在门口看着，只要看周建华过来，你就给我把人给轰走。”周建华咽不下这口气，他跑去县投机倒把办，找到了他的老同事林建业，他是投机倒把办的一个队长。一听周建华被自己外孙给欺负，林建业二话不说，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多克多商场。从小到大骂我是野种的外公上门想把我的生意搞砸，被我赶走后又把投机倒把办的人给请了过来，势必要我关门大吉。领导，你的职责是大街上抓人吧？怎么还抓到商场里来了？只要是投机倒把行为，都是我们管辖范围之内。我们接到举报商场里有人在扰乱市场，你给我让开！李建业直接走进了商场，霸道惯了，根本不把白开水当回事，来到鞋柜前大声喊：“你们马上给我收拾好东西停业！另外，让你们老板2分半分钟之内来我面前报到接受审问。”所有人看了一眼李建业，根本不当回事。杨金花走过来说道：“老的，你先是自己过来闹一遍，现在又把投机倒把办的人叫过来，你就这么见不得你外孙好吗？走走走，别在这里闹事。今天商场里来了不少领导，事情搞大了，我担心你退休工资都拿不了。不配合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治你们。”说完，李建业带着几个人迅速把柜台封了。刘华强的办公室里，尹长江心情非常好，他从这个商场里看到了龙鹏县的未来，并且当场同意了我注册公司的申请书。先批一个民营企业的执照，如果反响好，我们全县推行。还有要把刘主任事迹作为典范写在报纸上报道，并发到那些混吃等死的国营厂去。12，你们这鞋子不好买啊，排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抢到2双。今天你给我走个后门，我要买2双回去。投机倒办肖主任也笑着说：“我也要买。何老板，这个后门你可得给我们走了。”其他的人也跟着开口，而且全都掏钱了。各位领导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这样，今天一人提1双回去，算我送给你们的体验鞋。这不行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，2块9毛，谁少1分，明天谁就去我办公室写材料。我知道不能再推脱了。小白，去把咱们有的款式全拿过来。小白一阵苦闷地说：“二哥，我们鞋柜被人封了。”所有人不解地看了过来，尹长江的脸色严肃了起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投机倒把办的李建业组长带着人过来把鞋柜给封了，而且还要让我们何老板去他办公室写材料，还说我们老板所获是非法所得，以前赚的钱也要全部没收。这话一出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尹长江看向了肖主任，肖主任感觉头皮发麻，赶紧开口：“各位领导放心，这事我会处理好。今天无论他是谁，我必须要让他下岗，收拾东西滚回家。12，你跟我来。”此时商场里，周建华看到我的柜台被封了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老弟，待会中午咱们喝一杯，感谢你出手。不孝之子有天收，你放心砍李。今天不管是谁来说情，我李建业也不会给面子。哟呵，你李组长这领导派头大的可以啊，不管是谁，你都不给面子。李建业回头看清楚来人后慌了。肖主任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也在这。2分半之内把东西全部归位，谁慢了今天就给我直接下岗回家。此话一出，李建业带来的人立刻动了起来。周建华看事情被反转了，很是着急。何12扰乱市场的行为证据确凿，你们不能徇私舞弊放过他。周建华，你给我住嘴！建业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态度哪去了？建华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不是你的谁。李建业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现在就可以回单位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话刚说完，人群中掌声四起，实在太解气了。李建业宛如听到了一个不可相信的事实，赶紧解释：“主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如你刚刚所言，今天不管谁来，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12，真的很抱歉给你造成困扰了。没关系，误会解除了就好。”随后我走到李建业跟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啊！”说完，我们就回办公室。老登不死心地望着李建业：“建业，那个人是谁？你怎么这么怕他？刚刚那畜生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事不能停啊！”周建华，你他妈的，那是我们主任，丢了工作，退休金都没有了，你个老东西把老子害惨了，我和你没完！李建业朝着周建华扑了过去，两老头狠狠地干了一架，最后被扣到局子里。消失了几天的王腾志出现了，3台龙体牌照的卡车停在了龙体鞋副城门口，装的全是明星同款皮鞋。刘华强打听消息回来，听说是王腾志他们协会的会长帮忙，龙体那边的鞋厂正没日没夜的搞明星同款皮鞋，这摆明是冲着咱们来的。杨金花他们有些慌了，龙体人是最团结的，搞死当地龙头的事对于龙体人而言太正常了。我思考了好一会，开口说道：“目前我们库存还有2万多双，你们后面都给我这么干，每天只放出来2000双，并且一天降价2毛钱的卖。另外，明星同款皮鞋已经卖烂了，毫无利润可图，经销商们也收购了低利润。你们从今天开始联系你们手上的客户，说我们10天后会有一个新品发布会，只要他们过来，我们包吃包住，所有费用全包。”一听到新品发布会，
所有人笑开了花，因为他们一直在等新品上市后大卖发大财。晚上回到仓库，我打通了港城一家鞋业公司。你好，福成鞋业办事处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到你的？我带着歉意说道。真的很抱歉，我想我欠富成鞋业一个道歉。我们这边是龙鹏县成雄皮鞋，我是这家企业的老板，我仿冒了你们的明星同款皮鞋来赚钱。得知王腾志带着龙体人大面积投入生产仿冒的皮鞋，我立刻联系了被仿冒的福成鞋业，主动承认错误，并约定10天后来龙鹏县见面。第二天，为了3车货的王腾志开始降价搞我，他卖2块5一双，我们立刻降到2块，针对性的各种营销手段层出不穷。1天下来，王腾志被整破防了。何12我自己曾经踩下去无数竞争对手，就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后面几天时间，我花重金把龙鹏县能做广告的位置都拿了下来。这天，50多个安装工人集中在星星公司门口。我要的效果就是明天所有在龙鹏县的人一出门，抬头就要看到我们非凡运动鞋的广告。只要明天6点钟完成任务，一人免费领1只养了2年半的鸡。好，何老板真阔气。第二天天一亮，非凡运动鞋的广告在龙鹏县一夜之间冒了出来，让所有人无比震惊。但奇怪的是，整个龙鹏县没有一个非凡专柜，也没有一个叫非凡运动鞋的厂。一大早，建国来到公司，很是焦躁。二哥，你说我该不该搞承包？县里都有人找我谈过话了，说龙武镇国营厂活了下来，我这个新上任的厂长功劳很大，打算把县里的5个国营鞋厂整合起来让我承包。这种好事你怕啥？好个屁呀！万一有人不服我怎么办？不服的人直接开除不就行了？那怎么行？这些人都是什么？承包了赚了是你的，亏了同样是你的。不要把人情看得太重，死不长兵，义不长财，这就是商界的残酷，明白吗？况且非凡运动鞋上市后也需要你这么做。如果你怕，我背后出资，你去承包。行，那就一起干。承包费要10万，我出1万，你出9万。你丫就这点出息，10万承包了5个厂，加起来有600-700个人，你知道占了多大便宜吗？要不了半年时间，这些工厂给我们带来的效益可能就是1天1套房。行，有钱一起赚。几天的时间，王腾志杀红了眼，又从龙体拖了5卡车皮鞋过来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的后手已经开局了。仓库里正有几10个经销商像疯了一样抢购非凡运动鞋20多个系列，一共卖了5万多双，总共收款达到了48万。第二天，广省大户黄牛出现了，得知我的非凡運動鞋大賣後徹底待不住了，見面就拿出來了一個合同。何老闆，全運會最顯眼嘅廣告位我幫你拿下了，價格我也已經給你談好了，只要10萬。我顯得很是平淡。抱歉，黄老板，有些合作条件我想要更改，比如說你這合同裡，我需要體現一下業績任務，不然我沒法簽。何老闆，別開玩笑了，我簽了那麼多合同，從來沒有加過這樣苛刻的條件。抱歉，黃老板，這樣的話我只能另尋他人了。黃牛頓了下，趕緊說道：何老闆，有話好好講嘛，只要不過分，我們還是可以談的嗎？我的要求是每年需要從我這裡拿貨超過1000萬。黃牛被驚到了，他去年的銷售額也不過1000萬。我繼續開口說道：黃老板，不是我信不過你，而是你和那群龍體人關係太好了。萬一你把我貨拿過去了，直接在龍體找人仿冒，那樣我的品牌會直接被你搞死。我這樣做也只是在保障我的權益。還有，廣省區域再給你一個特定的權限，你可以自主招價及經銷商。如果你能夠打開市場，把這1000萬的任務分攤下去，我相信並不是什麼難事。黃牛沉默了會說道：1000萬我可以接受，但我有個條件，出口權利你要給我，你這些貨到南洋能賺到錢。可以，但我還有個條件，你需要預付300萬的貨款。黃牛眉頭緊鎖，很想直接起身走人，但一想到非凡運動鞋1天就賣空了倉庫，權衡利弊之後，除了這些條件，還有其他要求嗎？全運會田徑場一共有多少個廣告位？一共有18塊。你問這個的意思是？18塊廣告位拿下來要多少錢？大概要200萬。那好，黃老闆，你再幫我個忙，給我把這18塊廣告牌全部都拿下來，我要我們非凡運動鞋成為田徑場裡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何老闆，你是不是瘋了？我沒瘋，我在龍鵬縣城裡做的這些廣告你也看到了，我追求的是視覺衝擊感，打廣告扭扭捏捏的打，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反而浪費錢。我黃某人很少敬佩人，你是我見過除龍體人外最狠的人，最佩服的人。所有條件談好後，我們愉快地簽了合同。第二天，我從小玉奶奶的生日宴回來，我讓白開水他們晚上把成雄皮鞋的廣告全撤了，換上非凡運動鞋的廣告。天一亮，非凡運動鞋正式進入市場，同時福成鞋業的老闆季白長也來了。其實我故意把季白長引來龍武縣是有目的的。王騰志有龍體人撐腰，我不可能直接搞死他，但我可以借季白長這把刀殺人。我把該講的都講了一遍。季白長笑了笑。何老闆，你應該能明白，你的道歉對於我們公司而言於事無補。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，看你怎麼配合我。季總，您直接講。我們打算告最少不低於10家工廠侵權，我希望你能夠配合我們取證。季總，
一旦我给你提供了证据，我马上就会被龙体人围攻，你应该明白。只要你配合，我们不再追究成雄公司的所有仿品责任。另外，我们是有底线的，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你的信息。还有，我看中了非凡运动鞋的前置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把你们产品带到港城。和爽快人合作就是舒服。说完后，我把一摞资料拿了出来，这些资料是我花重金买来的，全是龙体人门店销售的数据，数据之庞大，远超了季白长的想象。二哥，咱现在就出发。行，建国到蔡徐村了吗？应该到了。那好，做好心理准备，估计今天会发生点事。蔡徐村的国营皮鞋厂被我们承包了，今天要过去交接，厂长正是那个骂我是野种的外公。上集说到，我出巨资让建国承包5个国营工厂，其中一个工厂的厂长是我外公，他从小到大骂我是个野种，今天我就要去把他的厂接收了。厂办公室里，外公周建华正焦头烂额地想着怎么做账，他的儿子周卫国走了进来。爸，我搞明白谁是承包人了，是不是阳光鞋厂的田文海？不是田文海那边，他那边今天也被接收了。这孙子够狠，一过去就直接辞退了所有工厂里的干部。你他妈叽里呱啦废什么话？你还要上画面了？赶紧说完台词滚蛋！周建华情绪紧张了起来，周卫国赶紧道：“是龙武镇的新厂长周建国。”原来是他，一个黄毛小子，20出头，没点资历，凭什么？爸，你别不当回事，田文海和你斗了半辈子，他本事你是知道的，人家说下就下了。这个工厂是我一手创办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你马上跟小张那边讲下，现在就把仓库里的那些东西拉出去，以防万一。成，我这就去办。周卫国刚走，财务科科长白淑玲走了进来，质问道：“老周，仓库前天被拉走了2000多双皮鞋，怎么没有钱进来？”两人一直不怎么对付。周建华很不耐烦地讲：“货已经卖了，钱过几天就会到账。”行，那你把对方电话给我，还有票据也拿出来给我入账。老白啊，咱们共事了几十年，难道你这点都不相信我吗？我要认为你是个可以相信的人，今天就不会来你办公室了。2000双鞋子，价值1万多块钱，我白淑林还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快把对方电话给我。你就不能好好讲话吗？真以为我不敢开除你吗？两人在办公室里争吵了起来。这时我和白开水来到了国营厂，保卫科的人在睡大觉，其他工人懒懒散散，工厂成了养老院，完全没人搭理我们。我们来到仓库财务科，有3个青年正在打牌。我编了个理由说道：“你好，我们是镇上的，来做个登记。”镇上的呀，我李志国，他张三，这个李四。兄弟，镇里是不是要拨款过来发工资了？怎么忽然一下来登记名字了？我笑了笑说道：“拨款是县里的事，和我们镇里无关。把仓库的数目表给我们核对一下，我们要去给镇里报告。”成，没问题。这是最近3年仓库的出入和记录都在这里。对了，前天被人拉了2000双皮鞋出去，就在刚刚，周建华科长又跑过来提走了2车原材料，这些都还没有进表。为什么不做记录？他凑过来小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给你指条路，你到周建华办公室去一趟，就问他这些货为什么不进账，他马上会给你拿2条烟。这老头贪得很，每年都要从工厂里搞不少这样的小动作。他儿子也不是傻好鸟，直到工厂被承包了，连厂的设备都找好买家了，估计今天晚上就会搬空。”明白了，感谢你。客气啥，都自家兄弟，你们忙哈，我们自己先打会牌。我认真地查起了账目，光3年来，这些去路不明细的账目加起来就已经达到了10万。后来我们又去了其他部门，我让白开水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了下来。10点的时候，建国赶到了工厂，进了办公室。周建华笑着说：“英雄出少年啊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工厂会被一个20多岁的青年给承包了。”说着，拿出了2条大中华放在周建国跟前。周建国一脸铁青：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我特意给周厂长准备的，我和田文海不一样。我听说你承包了我们工厂后，就已经做好被你接管的准备。你讲下我该怎么配合你？这个我就不要了。今天我是过来办事的，不是来和你玩过家家。你现在给我去发广播通知，让工厂所有员工都在广场上集合。我们现场会做一个登记，谁没有来的，我们会当场做辞退处理。说完，周建国直接转身走了。周建华强行忍住怒气，把周卫国叫了过来。刚刚周建国这小畜生态度很不好，我估计会质问我工厂的事。你记住，等他们一走就给我把东西给运走。行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很快，周建华在广播一喊，几百号人懒懒散散来到了广场，各种大声抱怨。我听到广播通知也走了过来。周建华父子看到我满脸疑问。周卫国狗叫道：“谁让你来的？马上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！”我不想跟他废话，继续走向台上的建国。看到我过来，建国直接把扩音器递给我。我对着台下的人笑着说道：“各位，到饭点了，都赶着回去做饭吧。”就是嘛，你这个男同志也真是，你要么早点，要么晚点，偏偏赶这时候，算什么个事？就是，我家锅里还炖着鸡呢，得赶回去，鸟屁快放！
一时间台下面叽叽喳喳的充满了各种抱怨，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但话充满了冷意。行，现在你们都可以选择回去，但我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回去后别再进工厂。此话一出，广场上的抱怨声瞬间消失。周建华火气十足喊道：谁让你站上面讲话的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工厂大会上发言？给我滚下来！建国立刻说道：是我让他上去的，不行吗？周建华顿时没了脾气。建国啊，咱们工厂里事复杂，别让这么一个无关人员伤了工人的感情。你在狗叫什么老大？建国，你能让他给我闭嘴吗？此话一出，台下的几百人震惊无比，他们高高在上几十年的厂长，竟然就这么被人呵斥着。你们父子的事情我待会给你们算，别着急找死。建国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这话我不说第二遍。上一世家人抛下我和几个月大的妹妹离奇失踪，我把几个月大的妹妹带到了4岁，直到有一天妹妹被拐，寻亲途中我也莫名遭人杀害，是否是老天的眷顾？我竟然重生到妹妹被拐当天。上集说到，周建华父子密谋掏空工厂，上浮的工人在混吃等死，所有人集合到广场上，还叽叽喳喳的搞不清楚状况。我笑着开口：现在我第一个领单，你们听清楚了，张三。叫我干什么？此话一出，逗得人群轰然大笑，没人把我当回事。我继续念着名单。10几分钟后，我说道：以上念到的66个人，请你们现在就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从工厂滚蛋！我正式向你们宣布，你们下岗了。话音刚落，现场一片死寂。有人不可置信地望着周建华问道：厂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好的把我给开除了？我爸在这工厂里干了20几年，我才刚接班，怎么就被开除了？你谁啊？莫名其妙跑我们厂里来开除人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周建华黑着脸问：何时，你不给我个解释吗？我不需要给你任何解释。对了，名单上还漏了2个名字，那就是你和你儿子，也从这个工厂滚蛋。如果一定要我给你一个解释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是工厂的承包实际出资人。周建华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扭头又叫了个名字。财务科的曾科长在吗？我在。还请曾科长来下办公室，我有事找你谈。说完后，我带着曾发国离开了现场。周建华不可置信地望着周建国：建国，他讲的是真的吗？5个工厂二哥都拿了有90%的钱，恭喜你下岗了，赶紧和你儿子收拾东西滚吧。什么？你让我做厂长？对，你来做厂长。这一上午的时间，我调查了工厂的情况，你是工厂里唯一一个为了工人利益敢和厂长叫板的人。不过接下来工厂估计会有一段时间的乱象，这些都需要你来处理。比如开除的这些人肯定会聚众闹事。哼，我看谁敢！平日里一个个在厂里混吃等死，遇事了一个个蜷缩着脑袋不吭声。不过何老板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举报周建华父子，他们前天在工厂里拖走了2000多双皮鞋，想把这账赖我头上，给我整进去。放心吧，我跟他们的账还没算呢。这时，小白突然走了进来。二哥，那父子俩把蔡徐镇的副镇长叫过来了。那人是不是叫汪敬龙？好像是。坏了，这个汪敬龙和那父子俩就是穿一条裤子的。何老板，你可得注意这个人。注意什么？曾科长这是对我有意见啊！副镇长汪敬龙带着那父子，还有那些被开除的工人们走了进来。汪敬龙面色铁青，说道：我是蔡徐镇副镇长汪敬龙，先问你一句，你是老周的外孙吗？血缘关系上是，其他的谈不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，你一个副镇长跑厂里来做什么？老周说的没错，你真是一个薄情寡义的臭小子。我来这里是通知你马上撤销你上午开除的员工。还有，老周为蔡徐镇经济付出过汗血功劳，他的厂长不能动。再是，先别急着给我下通知，我就先问你一句，你有没有搞明白现在这家工厂的性质？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一口气开除这么多人，有你这么瞎搞的吗？哪怕工厂被你承包了也不行，也要接受我们的监督。我靠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如果我说不呢？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周建华也控制不住了。小畜生，你要这么狂吗？马上给我向汪副镇长道歉！我瞥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汪副镇长，我劝你最好别来碰这趟浑水，这父子俩的事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你竟然敢威胁我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镇副长？我毫不客气地说：你别着急动火，别到时候自己收不回去。曾厂长，这个电话机能打出去吗？可以的，谢谢。电话接通后，我直接说道：尹县长，我想向您咨询个问题。工厂既然被我们承包了，难道需要接受镇级单位任命和指点吗？一句县长把汪敬龙给逗乐了，笑着说道：老周，你这个外孙有能耐啊，居然能直接打现场电话。我任职10几年了，我也不敢这么直接给现场打电话。哎，老周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？喂，没事。周建华有些后怕了，上次在商场被我打脸的过程还记忆犹新。听了会电话后，我一脸冷酷说道：你别急着嘲笑，先过来接下电话。好，我倒要看看电话那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汪敬龙走了过来，接过电话，嘲笑道：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尹长江眉头紧皱，你又是哪个单位的？我蔡徐镇副镇长汪敬龙，我们镇国营厂改制问题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工厂已经承包下去了，你跑人家工厂里指手画脚干什么？蔡徐镇是吧？你们薛保国是不是也在现场？马上让他来接电话。王金龙听到薛保国这个名字后怂了，因为薛保国正是蔡徐镇的镇长，警惕地问了句：“您真的是尹县长？是不是需要我带人去你们镇拜会下你汪副镇长？”不是，尹县长，这是个误会，您听我解释。不用了，你明天让你们镇长到我办公室来讲明你的情况。说完后直接挂了电话。汪敬龙被吓懵了，赶紧跑到了我的面前。何老板，误会，真的都是误会。那你还要保他们两个吗？不，我只是过来问问情况，镇里还要开会，我先回去了。何老板，随便你怎么搞，我们蔡徐镇都支持你。说完后一溜烟的离开了。我冷酷地望着这对父子，请问二位，你们还有谁能搬出来的？周建华父子被我开除后，又把副镇长汪敬龙请了过来打压我。我给县长打了一通电话，汪敬龙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逃跑了。你们还有谁能搬出来的？如果没有，那就给我滚出工厂。还有一点，你们父子俩在工厂里这么多年，干了那么多偷鸡摸狗的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等着被查吧。说完这话后，我离开了。周卫国都缩着说：“爸，那小畜生说要去举报我们，怎么办？”周建华一巴掌抽在周卫国脸上。都怪你个畜生！如果不是你想要那个手镯的话，这个小畜生会这么心狠手辣吗？承包的5家工厂整合完员工还有800多个，现在产能问题解决了。全运会的广告，杨家福也打电话过来说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去签合同。这天，小玉的奶奶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，聊起了成熊皮鞋和我的家庭状况。老奶奶颇有感触，说道：“12啊，苦日子我们也经历过，总会过去的。对了，听小玉说你打算去广省吗？”“是的，奶奶，我去全运会办点事。”“这样，你到了广省后给小玉的叔叔打个电话，他叔叔好像这段时间也在州城。”王小玉一听着急了：“奶奶，我才不要叔叔掺和我们的事呢，他整天板着个脸。”“哈哈，总归要见的。你是不知道你叔叔有多疼你，比起你那个爸要强太多了。”一提起小玉他爸，老太太又一股脑的抱怨了起来。对于小玉的叔叔，我也特别好奇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没忍住问了句：“小玉，你叔叔在南方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好像是做生意的吧，回来的很少，但去年回来开的是一台奔驰牌汽车。我听叔叔说那车很贵。”我愣了下，奔驰牌去年才进港城，内地想买必须要从港城进口。这个年代能开奔驰牌，他叔叔肯定不是一般人。3天后，我在县里一个单位买了的房子，把妹妹从龙武镇接了过来。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：“哥哥，我们还能找到姐姐和爸爸妈妈吗？厂里有个叔叔说姐姐长得特别漂亮，和小玉姐姐一样。”提起姐姐何芳，我心里莫名的沉重。姐姐是很漂亮，哥哥一定会把姐姐和爸妈找回来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到了省道入口的地方。怎么样，还没有来吗？还没有。小白，你丫的不会是搞错时间了吧？现在都已经7、8点钟了，连个影子都不见。绝对错不了，我蹲厕所的时候亲耳听着他打电话讲的。别吵了，耐心点。去州城之前，必须要把王腾志这事给解决了。还有投机倒把办的肖主任那边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放心吧。不一会，投机倒把办的肖主任带着他的人也来了，一到就问：“还没有来吗？这些家伙今天到底还来不来？都这么晚了，急死个人。”我苦笑道：“抱歉，肖主任，让你们跟着我们一起遭罪了。”别这么讲，打击伪冒产品是我们的职责。尹县长今天开会拍了桌子，绝对不能让龙鹏县变成第2个龙体，要打造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业体系。就在前几天，成熊运动鞋一上市，王腾志就开始仿冒生产。这事我向尹长江举报了，尹长江态度也很明确。直到晚上10点钟，一台面包车停在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下车的人正是王腾志，下来就开骂：“什么狗屁，就喜欢搞这些表面文章！老子在龙腾县待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感觉这里越来越恶心。”一个小弟有些害怕地说：“王老板，要不通知他们今天别送过来了，我真怕出事啊！你看投机倒把办那个姓肖的，今天在咱店里凶神恶煞的样子。”王腾志一听，火冒3丈：“哼，他一个小小的主任算个屁啊！给他点好脸色，特么蹬鼻子上眼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”此时，有一只田鼠从王腾志身边窜过去，王腾志一脚踩死了田鼠，还不解气，一边踩一边骂：“这是姓肖的什么玩意儿？要放在我们龙体，我分分钟这样踩死他！”肖主任远远望着王腾志，嘀咕了句：“12啊，这家伙他真把我当那个老鼠踩。”小白抢着说：“是的，明显就是。”肖主任火气直往上冒：“哼，今天必须要把他给治老实了。”10几分钟后，又来了2台大卡车，一个司机从车里跳了下来：“
王老板，这次一共送了1万双过来，现在龙体那边查得紧，所以我们杨老板的意思是要先收了钱，才能进你们县城。知道了，你啰嗦了。王腾志很不耐烦地拿出一个袋子，5万块一分不少，赶紧把车开仓库里去，我明天早上还要做生意。司机拿着钱走向车队的后面，后面原来还跟着一台小汽车。王腾志看到后开口说道：杨老板，原来你跟着一起来了呀！走走走，晚上我让人整点甜米的野货喝一杯。看到王腾志要走过来，杨老板像是见到鬼一样，一脚油门车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王腾志一阵凌乱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司机叹了口气，我们老板跑路去了，省里的人过来封了我们厂，还把我们老板告了，说要索赔500万。王总，你那些明星同款皮鞋赶紧处理掉，别卖了，搞不好哪天就查到你这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档口也卖了几10万双吧？这么严重吗？王腾志不甘心，为了搞死我，贴钱卖货最少让他损失了几10万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新门路翻身，哼，不管了，搞了再说。说完后准备上车走人，肖主任走了出来。王老板，这大晚上的要去哪里呀？去我那喝喝茶也不急着走吧。肖主任手一扬，手下迅速的把路给堵了。上级说道：何12向县长举报王腾志，肖主任带队埋伏打假，王腾志深夜交货被围堵。他妈的，怎么这么多投机倒把办的人？王老板，你家业全在龙鹏县，你要跑哪里去？回头看见了何12，他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何12，你特么敢阴我！王老板，你仿冒成熊运动鞋，还打算在我对面卖，到底是谁在阴谁？肖主任都是误会，我们2个月前不还在一起吃夜宵吗？你看今天这是要不这样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就到你们单位说清楚情况。哼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！现在龙鹏县那么多人搞假冒伪劣产品，县大院正差个点，把人和货全给我扣单位置。王腾志，你要玩完喽！王腾志被抓进去后，他的龙蹄鞋业也被封了。8月20日，何12和白开水来到了州城车站，杨家福还要1个小时才能赶到。何12根据前世的记忆，他们来到了旁边一个巷子，在证券所开张前，有不少人在这里交易股票。就在这时，有2个烂仔把一个女孩抓了上车，破口大骂道：你装什么清纯？从江南跑过来，你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有什么比躺着赚钱还舒坦？还有下次老子抽死你！何12看着女孩很是面熟，等到车子离开后，他才想起这个女孩是龙鹏县蔡徐镇的郭婷。郭婷是姐姐何芳失踪前最后见过的人。前时查到这条线索时，郭婷也已经失踪了，因为全运会合同明天才签，所以杨家福把何12带到了公司。杨家福迫不及待问道：何老板，你现在就告诉我1年的产量能达到多少？怎么，第一批货卖得很不错？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把你这个货往港城那边一放，客户居然一眼就看中了，而且当场就给我下了50万的订单，我现在很有信心。何12心里早料到了，笑着说：现在5个工厂已经整合完毕，后续我们还会并厂，生产人员规模年底可达到1200人。不过现在广告没做开，销量还不足以支撑起1200人的工厂，所以我暂时不会扩招。理解理解，不过何老板，我们2个已经合作到这个程度了，都是自己人了，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还要和季白长接触？季白长可是我的竞争对手，何老板你不能没有原则。这次过来我也要和你明确一些事情。杨老板，你国外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哪一片？当然是南洋了。行，咱们明算账，国外市场我不可能全部都给你，你一个人也吃不下。南洋、广城、广省这3个区域我都给你，其余地方不能再多给了，这样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的想法就是这样。至于你想把哪里给季白长，那都与我无关。不过何老板，不是我杨家福不信任你，做生意还是要白纸黑字体现最好。合同上我要增加2条：第一，每年保证1500万以上的货量给我；第二，违约责任由100万增加到1000万。你看下有没有问题？何12心里清楚，龙蹄因为季白长的关系已经开始严打了，而杨家福的货大部分都是从龙蹄拿的。这种局势下，他不得不从成熊运动鞋想办法。没问题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那今天没事的话，我先去招待所休息了。可以可以，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招待所里，何12睡得很沉，而白开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偷偷的跑到了前台。老妹啊，你哪儿的？有事吗？没事，就想问一下，你对我印象怎么样啊？妹子皱了皱眉头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别拐弯抹角的，直接说。白开水很是纠结。那我说了啊。翻着呢，有话快说。我们一起来研究人体的奥秘吧。此言一出，妹子脱了高跟鞋。你个臭流氓！你这个女同志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呢？刚不是你让我直接说的吗？白开水被妹子追着跑了2、3条街，在一个巷子里躲了好久才出来。
刘秃头，你就是个吹逼货！跟老子说南方前台妹子可以调戏，老子那么真诚的邀请她一起睡觉，结果被追了3条街。看我回龙朋友县不把你头顶上那几根毛给拔了！就在这时，边上突然有人喊道：“靓仔心情不好吗？来我们这休闲一下。”白开水扭头看见一个挂着红色灯泡的店门口，有个大姐正在对他招手。这个店的灯泡好奇怪啊，怎么会发出红光呢？我得去研究研究。说着就走了过去。招待所里，何十二被敲门声吵醒，打开门后看到3个青年凶巴巴地盯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叫何12吗？”“是的，请问你是？”“跟我来吧，有些事需要你出面解决下，带上钱包。”“先跟我讲明白什么事，我不认识你们。”“白开水认识吗？”“这家伙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是我朋友，怎么了？”“那这事就好办了，带2000块钱现金过来赎人。”何十二拿上钱，跟着他们来到了一个房子里。一名男子开口说道：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矩，我们也一样。出来玩，那就做该做的事。你朋友和我的员工谈心，还想从我这把人带走，那他欠的钱谁还？他是武侠片看多了吗？”